我叫林浩，是一个孤儿，无父无母，看起来像是个高中生，但实际年纪嘛，这是个秘密。我现在在一个直播平台做主播，日常就是装嫩扮高中生，骗各种无聊的小姐姐打赏。我不是要向谁介绍自己，而是要确保自己的头脑清醒，否则我一定不会相信面前发生的景象，这足够震碎我三观的现实。无为伟大古神阿加莎·尼古拉斯。完了，世界末日来临了！这什么玩意儿？4D 投影？这是真的！这声音好像在脑海中凭空升起啊！荣幸吧，感到雀跃吧，凡人们！汝等已被征召，成为无光荣的战士，为吾战斗！不要妄想逃走，周围的守护魔隔绝了混沌虚空的侵袭，同时也阻断了你们逃脱的可能。仁慈的吾将给予各位10分钟的时间，认清现实。10分钟以后，吾将再次降临，发布你们的第1个任务，希望你们做好准备。妈了！什么小说剧情？喂，老婆！喂，领导，今天我可能……喂，我去，没信号了，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还年轻，还有大把的快活时光，怎么就被卷入这种事情了呢？混蛋，搞什么鬼？快放我们出去！什么？这不会吧？死了？死人了！这太可怕了！往后退，别靠近边缘了。果然，这种局面下，作死就真的会死啊！所以真的没信号了，出又出不去，接下来怎么办？等等，这是一份来自遥远未来的馈赠，希望这一次的你能够走得更远。什么鬼？天赋抽取，这又是什么玩意儿？看他们的反应，这东西好像只出现在了我的手机上，难不成这是我的外挂来了？不连抽啊！这是我感觉到了，这真的是我的外挂。一下感觉自己底气足了不少，刚刚的慌乱完全一扫而空。来吧，看看外挂都给我提供了哪些功能。首先是白色的天赋标签，垃圾桶，再垃圾的食物你也能消化，哪怕是屎，吃进去以后你会感觉自己在吃无上美味。下一个，逆风尿10丈，你尿的比别人都远，让你和人一起尿尿的时候倍儿有面子。这都是什么鬼天赋？毕竟这是最低稀有度的，鸡肋点很正常。但是蓝色天赋肯定就不会这样了。精神小伙，你天赋异禀，特别有精神。我去，这怎么感觉还不如白色的呢？不会金色和红色的也是这尿性吧？哎呀，不行，我得先看看最高稀有度的。游戏人生，你拥有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游戏模板，你的胆子特别大，在你眼中，任何生物都不会让你害怕，神仙、妖怪，统统都是 NPC 的弱点一览无遗。这是红色天赋，有啥用啊？不对，从刚刚开始，心中一直有种莫名的自信。我之前下意识的以为是外挂给了我底气，但是现在看来，也许是这个红色天赋发挥了作用，能强制帮我消除恐惧，恢复镇定。这天赋确实不错，但就这点功能吗？也许我高估了这外挂的强度。再让我看看这个史诗。软饭王，比你强大的女性对你的初始好感度加50%，部分特殊癖好的男性也在范围内，你
小心你的菊花。什么？你问比你弱的女性呢？注意审题，你是软饭王，不是妇女之友。吃软饭是什么鬼？虽然我知道不少人都是向往被富婆包养的生活，但是这种技能，这怎么感觉画风不太对啊？怎么回事？脑袋，好疼！病到头了，还给我来这么一下，不过好歹算是个外挂，也没什么好计较的了。头还是疼，眼睛也……这是……这家伙跟你一样弱，干掉他只用手指插眼加撩一腿碎蛋。这家伙比你还弱，打他只需要随便……什么？你想打他？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些游戏界面一样的东西，刚刚还没有的。你怎么有这么多天赋？你是不是开挂了？这是人物面板，这才是游戏人生天赋真正的功能吗？随着我的意念一动，这个面板就会立即消散。挺好，老盯着这玩意儿也挺碍眼的。顺便多试几次，熟悉熟悉。这妹子看起来柔柔弱弱，但人家是练家子，一拳打掉你没有问题。人家四项属性相加比你高，所以她比你强。你的软饭王天赋发挥作用了。这提示也够真实的。哇！这错不了，不只是红色游戏人生天赋，我的软饭王天赋也发挥作用了。嗨，小弟弟，你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吗？我虽然面嫩，但也不至于嫩到会被人当走失儿童吧。他对周遭的变故依然很警惕，证明他其实也处于不安之中。即便如此，也选择优先来关心我。我这软饭王天赋还真是厉害啊！姐姐不是坏人，小弟弟你不要误会。没有，小姐姐，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是个孤儿。又能打又心善的妹子，现在这种情况，我的外挂也不加啥战斗力，这种白大腿我可得抱牢了。对不起，小弟弟，姐姐不知道。没事的，小姐姐，我早就习惯了。小姐姐，我们出不去了吗？可能是吧，毕竟刚才那个自称股神的家伙。小弟弟，你放心，姐姐保护你。谢谢小姐姐。走，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还在读中学吧？小姐姐，我叫林浩，你可以叫我小耗子，今年读高一。没毛病，我对外都说自己高一。小耗子，你是我本家啊！姐姐也姓林，叫林小远，你可以叫我小允姐姐或者远儿姐姐。允儿姐姐。林小姐，林小姐，我们还不清楚现在的情况，眼下处处都可能藏着危险，你这样乱跑，很容易出事的呀。放心吧，魏哥，以我的身手，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这个小孩是？这孩子是个孤儿，还在读高中，在这种环境里可能很难生存，咱们得多帮帮他。小姐啊，这局面我们自身都可能难保，还帮他？别看他年纪小，多个人也是多个帮手嘛。你看他多乖啊。来，叫姐姐。允儿姐姐。行吧。林小允居然还有保镖，看来他不仅比我能打，还比我有钱。这妥妥的白富美呀，赚了赚了。至于这位保镖，我看看啊，这家伙会泰拳似乎很能打，你最好躲他远点。当失去了法律的约束，某
些人恐怕会做出一些危险举动。嚯，不愧是保镖，面子真高啊！只是最后这段提示似乎是在警告我。吴光荣的选民们，你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充分理解了之前的事，这很好。但你们来自一个绝对文明的世界，未接受血与火的洗礼，还并不能称之为战士，所以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会是一场副本试炼。你们将会被10人一组，随机投放进各种副本里，与怪物交手。啊！这小孩儿，切，直接吓呆了吗？果然是个拖油瓶。还有这种事？软饭王对古神也可以发动的吗？这家伙太强大了，弱小到你什么属性都看不到。哈，真是幸运，这家伙竟然还是个母呢。你的软饭王天赋似乎又要立功了，他对你很友善。也挺好，挺好。不过，出于对你们中某些人的关注和怜悯，仁慈的阿加莎·尼古拉斯决心不能让他可爱的战士们白白送死，所以副本里的死亡并非真的死亡，不过该有的痛苦可一点儿也不会减少哦。战斗吧！他期待着你们的表现，特别是某些人的表现哦。这也太吓人了吧！为什么是虫子？我讨厌蜘蛛。林小允和他保镖没跟我在一组，这下有些麻烦了。听他们的语气，第一关是蜘蛛洞穴吗？不就有蜘蛛吗？这帮人怎么大惊小怪的？好吧，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了。这个腿不小啊！慌什么？都冷静点儿，不就是几只蜘蛛吗？人类作为顶级猎食者，花费数亿年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怕他几只小小的虫子？只要发挥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智力与团结，就算再来110只蜘蛛又如何？这家伙也就比你强那么一丢，但是很可惜，他对你不感兴趣。或者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对你感兴趣。看属性，这哥们儿是这批人里最强的那个。可惜是个男的，我的天赋发挥不了作用，而且男的大腿可不好抱。发生什么了？来了，第一个任务，走，我去看看。蜘蛛母怪巢穴，蜘蛛啊，这个洞的湿度确实适合昆虫生存，而且我怀疑深处还有更大更猛的家伙在等着。人太多了吧？要是有人掉队了怎么办？一起走呗。理论上，这里的最优解是以小股分队的形式进入，既能互相照应，也不至于动静太大。不过我长得太嫩，外形上没有任何说服力，他们多半也不会听我的。还是静观其变吧。如果那个古神没说谎的话，其实莽进去也不错，反正不会死。作为第一个任务，吾特别恩赐你们一条提示啊！进入洞穴，拼尽全力去挣扎，去生存，并试着走向深处吧。如果再次停留超过1分钟，蜘蛛母怪将主动出击。蜘蛛母怪？那是什么？反正肯定不是好东西，我讨厌蜘蛛。现在怎么办？走还是不走？我哪知道？哼，真是的。走走走，不就是蜘蛛吗？我们手里有家伙，不怕他们。反正不会死，我也跟进去长长见识。话说一组不是10个人吗？怎么少了一个？后面不是有那个小屁孩吗？反正他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就让他在队尾待着吧。哼，这种小孩，指望他打头阵，肯定第一个拉胯，搞不好战斗力还不如女人。
他站这么靠后，万一那什么蜘蛛母怪追过来了，正好拿他垫底。这会不会？有什么会不会？这种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就是要利用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啊！还是说，你想去当那个断后的？我忽然觉得你说的也很有道理。这里好阴森啊！火，这才刚进来就要凉了。这是什么生物？蜘蛛太可怕了！杀人了！混蛋！不对劲，这玩意儿太诡异了。大家先跑，分头行动！喂，有没有搞错？老哥，你真的会指挥吗？分头行动，这不是在送吗？不过我这么关心别人干嘛？第一个有麻烦的人好像是我啊！不能跑，把背后露给敌人是大忌，但是也不知道这东西打不打得动它。要用防身术的话，滑铲大法应该对蜘蛛不管用吧？但是还是得拼啊！咱这条命不能白死。宝雷，弱小的怪物，但再弱小也能碾压你。它为什么会是个母的？你的软饭王天赋再次发挥了作用，走过去吧，不会死的。蜘蛛也行？好吧，毕竟对蛊神都有效果呢。这个软饭王天赋一再刷新了我的认知，明彩应该是红色天赋吧，简直牛爆了好吗？而且这天赋是对他，不是，是对他有什么特效吗？这么亲近，如果我趁着他没敌意发起突袭的话，靠，一只破蜘蛛还给我卖上萌了，我怎么就还偏偏下不去这手呢？绝对是因为这不道德，人家明明对你很友善，你却搞偷袭，这好吗？这不好，这绝对不是我动了恻隐之心，绝对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对这些蜘蛛怪的强度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它的速度和力量确实比我强很多，但是也没有到远超人类的地步。光从属性面板上来看，甚至略逊于林小雨的那个保镖。同时，通过和蜘蛛怪的对比，我发现属性面板上的数据非常准确。比如说，我和他的力量就是差了近2倍，反应和速度差了3倍，所以哪怕我不讲武德搞偷袭，也很有可能打不过他。这蜘蛛怪属性确实比人强，但也不至于瞬间秒杀别人，这其实就是占了有杀意以及突袭的便宜。这也让我明白蛊神如此安排的用意。我们既然是他的战士，那双手必然会沾满血腥。最后，力量、敏捷、体质，这些属性都很好理解，但是这个精神算什么？而且我的精神怎么这么高？难道是因为精神小伙天赋？难道精神高了可以有念动力、蜘蛛、超能力？这不存在啊！哎呀，算了，想那么多干嘛？反正有软饭王天赋在，这里的蜘蛛怪都不会攻击我，不如多探探路。也许有哪个人危机关头爆发小宇宙杀穿蜘蛛，我还能过去混个脸熟呢。已经越来越深入了，这一路走下来，活人是没见着一个，死人倒是有。按照估算，我们这队10个人，但已经死了8、9个了。哼，果然啊，分头行动就是分开送。不过现在能活下来的人，确实有几把刷子，这里已经能看见蜘蛛怪的残肢断骸了。啊，这是……结果这位老哥还是死在这儿了吗？临死还能拉2个蜘蛛怪垫背，果然够猛。
就是不知道他看到如此景象会作何感想。但我就完全不用怕他们，甚至我不走，他们还会帮我走。嘿，这软饭王天赋是真的好用啊！不过这洞怎么这么大？难道就没有尽头的吗？啊，那是……没什么好说的，他对你很友善，非常友善，甚至还想和你更进一步。这面板，他绝对是关底 BOSS 了吧？而且吃软饭天赋又一次生效，他不会攻击我。哎，古神发布的任务只说了让我们努力前往洞穴深处，也没说必须打倒怪物吧？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算是完成任务了？哎，什么情况？软饭王的能力应该还在，他们对我没有敌意才是。等等，这是在搞什么？虽然这些蜘蛛智商不高的样子，但是他们确实是有意引导我来到蜘蛛母怪面前。难不成把我跟蜘蛛母怪凑成一对儿？我拿你们当小姐姐，你们却想让我当你们爹？啊，那个，我叫林浩，你叫我小耗子就行了。姐姐大人，不知怎么称呼？姐姐大人，你的手凉凉的，摸起来好舒服啊！你别光是摸我呀，好歹说个话行不行啊？不能交流的话，我怎么展现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啊？这又是要干嘛？姐姐大人，等一下！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操作不规范，拒人两行泪啊！原以为隔多年的清白就要葬送于此，万万没想到啊！他把我都扒光了，居然只是为了给我亲手换上他吐出的蛛丝衣服。切，还好我没有期待过什么。没有。不过，满足了他最大的欲望，他现在极其开心，对你的友善程度都不会再下降。真羡慕。他最大的欲望，居然只是想帮人换衣服，这也太奇怪了吧！谢谢姐姐大人的礼物。作为报答，不如让我帮姐姐大人打扫一下闺房吧。怎么了？姐姐大人，我听大人说过，箱子里的东西要是长时间不拿出来晾晾，很容易发霉的。你一个人手脚不方便，不如我来帮你。咦，这箱子是这里唯一看起来值钱的东西，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能一只怪物都不杀，一路走到关底获得奖励。蜘蛛妹怎么都没有反应啊？古神的声音只有我能听到吗？我做的事居然这么厉害，这多亏了古神大人的引导。话说回来，像这种完美完成任务的，都会有额外的奖励的吧？恭喜你，有回应吗？获得理论上无人能得到的关底奖励。这个说法，莫非？我去，这特效，难不成古神给的是金色传说装备？书，居然是一本书。此为金色史诗品质的转职道具书，碰触可获得本书详细信息，由意念触发进行使用。虽然我是投机取巧得到的奖励，可看起来，只要我能够利用规则，武神也不会介意我得到额外的好处。这所谓的转职道具书，可以让我获得书中记录的一个职业能力，就像是网游选职业一样。不
过只给了一个选择。怪物契约师，顾名思义，怪物契约师可以与怪物缔结契约，令其为自己效命。契约仪式并不复杂，但是自己的精神力必须高于对方，且对方不进行反抗才成功。古神的来历，道具书的来历，甚至职业的来历，一个都没提，真的就纯粹把职业能力介绍了一下。看来趁机捞点背景信息的想法是没戏了。我现在只能契约一只怪物，如果想契约更多，必须修炼变强。哎呀，但是到底该怎么修炼啊？书里又没提，这就是坑爹了呀！战斗的时候，则是召唤契约怪物，凭意念指挥怪物进行各种行动。嘿，也就是群殴喽。果然果然正义，太适合我了。虽然真的猛男就应该手持巨剑，可爆一切，但是我更喜欢躲在后面，看着契约怪物把对手打得血肉横飞的感觉啊！从今往后，我林浩便不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躲在怪物后面的凡人。哦，职业能力的用法直接浮现在我脑海里，就像我本就知道的一样。原来如此，只要我心念一动，就能够大致判断出眼前怪物的契约难易度。这些都是副本里的小怪，精神远比我弱，又被我的魅力折服，契约难度为简单，也合情合理。姐姐大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鸡鸡。话说，根本看不懂他想表达什么呀。等等，他不是副本 BOSS 吗？怎么契约难度也是简单？他的精神力高达6点，只比我少2点。按理来说，我契约他的难度应该比那些精神只有2点的普通蜘蛛难多了。不过他的级别和属性总数加起来可比我强很多了。难道是软饭王天赋在起作用？这样的话，我以后契约怪物应该挑选那些精神力比我差一点，实力却又比我强出很多的母怪物才最合适的。古神大大，既然我是怪物契约师了，那我能和姐姐大人缔约，然后带出副本吗？我只是觉得姐姐大人为了看守副本，一直待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有点可怜。我是懂得这种感觉的，从小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吃海底捞，一个人做手术。我不是说一个人很不好了，我也已经习惯孤独了，但是我只是你这样似乎并没有违反规则。真的，最爱你了，古神大大。那么，姐姐大人，我们开始缔约吧。既然能有机会缔约一个副本 BOSS， 就没有必要放过这个机会。毕竟谁也不知道下次的副本还能不能遇到异形怪物。姐姐大人，你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也不会再孤单了。以后你帮我打架，我帮你吃经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成功了！契约之后，怪物的身体直接藏在了我的影子里，只要我一个念头，就能重新现身。相当方便啊！副本首领消失，副本即将结束，1分钟后，所有人回归原始区域。因为我缔约了副本 BOSS， 所以副本提前结束了。也可能古神布置的任务就是彻底探索深处，现在任务完成了，所以副本就结束了。好麻烦哦，总觉得判断的线索不足啊。不过蜘蛛妹的力量高达13点，比那个泰拳高手强了1倍还多，敏捷更是足足强了3倍，
哼哼，至少现阶段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容易完成任务了。我还能感受到蜘蛛妹的情绪，她却无法感受到我的想法，单向屏蔽啊！这是。副本结束，传送开始。新手任务已经结束，杀死怪物的奖励将会以积分的形式发送到你们的个人终端上。只需心中默念古神阿加莎尼古拉斯之名，你们的面前就会出现一面蓝色的光屏。这是你们的个人终端，上面记载着只有你们自己才可以看见的信息。依靠它，可以查阅自己的基础属性、积分情况、任务排名。我居然有10点积分，老何，快看看你的。嘿嘿，我比你强多了，我有整整11分。也不知道积分有什么用啊，以后肯定有用的。果然看不到别人的面板了。现在，伟大的古神阿加莎尼古拉斯仁慈地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来适应，或者是组队，以便在接下来的任务里更好的生存下去。奇怪，难不成蜘蛛妹进入影子以后还能感知到现实里的东西？按理说，蜘蛛妹的好感度应该不会掉了，同时还和我缔结了契约，所以是不可能出现反噬之类的可怕后果，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出现指挥不动的情况。但是还是没有必要冒险惹她生气。云儿姐姐，你忘了古神说过，初次任务的副本是特殊调整过的，不会有伤亡的。也是，我关心则乱了。不过刚刚的副本真的挺吓人的，要不是我想到姐姐需要我的帮助，我恐怕一上来就被淘汰了呢。多个朋友多条路，林小允对我很友好，实力也不差，不能随便就放弃掉。对了，这次的副本你拿了多少积分？姐姐我有40分呢。我还没来得及看呢。积分嘛，什么鬼？我已经通关了，积分却还是0点，意思是只有沙皮才有积分，做任务不给分。哎呀，这机制也太不平衡了吧！而且积分界面居然还整了个排名，这规则是在鼓励内卷吗？现实都这么累了，到了异世界还这么卷，这古神是什么黑心资本家呀？我已经看到了，我的积分是0分，排在3051名。小耗子，你别灰心，虽然都是0分，但你排在3000多名，属于中间档次，说明古神还是认可了你在副本里的努力的。但愿吧。林小允可以啊，1214名。魏大哥居然排名第10啊！你魏大哥，算了，不说了。看来这魏凯拿了第10是有什么其他想法。小耗子，我来找你，正要说这个事儿。魏大哥在副本里不光拿到了那么多的积分，还收服了不少手下。在这样陌生的世界里，抱团取暖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姐姐来找你，就是为了叫上你。魏大哥是泰拳高手，和他在一起会安全很多的。走，和姐姐一起去，有姐姐和魏大哥在，保证不让你出事。从数据上看，魏凯的数据比林小允也就高一点点，但却能拿到那么多的积分。林小允说他收服了不少手下，看来是用了什么别样的手段。真是麻烦啊！林小允说不定自身都难保啊。不过看在你对我一直很友好的情况下，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也不能不管。就跟你去看看吧。小姐，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小姐了，您应该清楚，在如今的局势下，过去的一切身份、地位都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在副本里，那个衣冠楚楚的家伙，以前是律师、上等人，结果还是在我身边像狗一样的乞讨。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力量才是最靠得住的呀。
魏凯，在副本里我就察觉到了你有点不对劲。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积分，你驱赶老弱妇孺，去引诱蜘蛛，好自己亲手杀死更多的蜘蛛。那时候你说是为了表现更好，我虽然不认同，但也只能默认你的做法。可是现在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当然是用力量去获得更多的东西。他们几个都已经准备忠心的跟在我身边。小云，做我的女人吧。什么？以后我们一起成为古神麾下最得力的下属。你古神展现出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够获得以前无法想象的好处啊！魏大哥，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男人是不是一旦失去了规则的束缚，兽性就会展露无遗？我们好歹都是在文明社会长大的，仅仅是几个小时，你就这么快接受弱肉强食这种野蛮的规则吗？云儿姐姐，其实只是这几个坏人啦，至少我不会变成这样的。哎呀，这个魏凯果然膨胀了，也不知道是他之前掩藏的好，还是林小雨太容易相信他人了。小耗子，林浩是吧？让我来看看你的积分。0分，废柴，在社会上就只能靠讨好女人吃饭。文明社会还能让这样的蝼蚁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到了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他连生存的价值都没有。魏凯，你说话越来越过分了。小云，这不是过分，这是现实。你的实力也并不差，和我在一起，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好东西。只是你太心软了，带上这种废柴，只能影响到我们完成任务的速度。这和你没关系。既然你已经膨胀成这样，那我们将来也只能各走各路。再见。等一下。干嘛？小云，你这样的身手，又是我钟爱的人，你以为我会就这样眼睁睁地放你走吗？你想干什么？这里可是古神的主城，应该是不能自相残杀的。小云，你也知道，以我的实力也才能拿到排名第10的积分，可见这5000人里也是卧虎藏龙。以你的实力和我联手，我们才能做得更好啊！别做梦了，你现在说的好听，如果我没用了，只会被你当成垫脚石，我是不可能和你联手的。那可就由不得你了。古神的主城就算是不能自相残杀，可是没说不能和你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你还不是要乖乖听话？你不要脸！小猴子，我们快走，这个人疯了，到了大街上他就不敢了。小允啊，如果是你一个人跑，那说不定还能跑得出去，但是现在带上这个累赘，你们2个人都没法逃走了。这个时候我逃还是能逃掉，可是把小耗子一个人扔在这里。小允，你就是心太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记挂着这个废柴。现在我要让你知道，在现在的世界里心软是没什么用的。你们杀了这个废柴。老大，这里是主城，杀人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呀？这有什么后果？古神也没有说在主城不能杀人呢。再说了，0积分的废柴，我想古神也不会护着他吧。你们真的要对我这种小孩子出手吗？是不是太心狠了点啊？这里是主城啊，也不知道召唤出蜘蛛妹干掉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惩罚？你这种没用的家伙，不就活该被我们弄死的吗？老大命令我们这么做，那就对不起你了。你这样的废柴，临死前的惨叫声听起来应该很美妙啊！小猴子，别想过去，
看他怎么被虐待吧，这样你才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不过，就算杀人有惩罚，我总不能平白被他们弄死，搞同归于尽吧。嘿嘿，既然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你们准备站立了？这不是副本里的蜘蛛怪吗？啊！怎么这么大一只？跑啊！啊！好像没惩罚，那小角色干掉了，首恶也不能放过。啊？怎么回事？这里为什么会有蜘蛛怪？而且，这个蜘蛛怪还会帮林浩杀人。这个蜘蛛怪这么大，而且还有人身，展现出来的速度与力量都远超副本里的那些普通蜘蛛怪。我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所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林浩，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吧。这……我丢，能屈能伸这家伙可是个大敌呀！林浩，你不是废柴，你是真正的强者，你就当我之前的话都是个屁，放了我吧。小雨，不，小姐，你看我在你身边跟了这么多年，帮你抓过贼，帮你拎过包，所以……闭嘴！你还好意思说那些？我真是瞎了眼，居然没察觉出来你是这种人渣！我最恨你这种前倨后恭、口是心非、卑鄙无耻的小人了！一想到我曾经信任过你，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要是挺直了腰板等死，那还算是条汉子。看看你现在的丑样，还像是个男人吗？恶心！嚯！一脚就把这200多斤的壮汉踢翻，不愧是练家子，心地善良不说，还性情直爽，嫉恶如仇。看来我没错，在这个世界里多一个这样的伙伴，也是很有必要的。抱歉啊，林浩，是姐姐这次识人不明，让你遭遇刚刚的危险。不要这么说啦，允儿姐，本来就是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帮你逃脱的，幸好现在没有这个必要啦。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置魏凯？这个嘛，这种能屈能伸、得志就猖狂的家伙，可不能留。林浩，你看我这样，就算没有蜘蛛怪，也不是你的对手，放过我吧。虽然他嘴上在求饶，可是心里这时候想的可是如何将你挫骨扬灰呢？上来，一刀抓死他，一劳永逸。这家伙！不要过来啊！林浩想要杀了他吗？虽然魏凯刚刚做的事确实过分，但我和他毕竟认识这么多年。算了，他刚刚也确实对林浩表现出了杀意，我没理由要求林浩饶了他。要怪，只能怪这该死的古石，把一个好端端的人都逼成了魔鬼。魏凯大哥已经接受了允儿姐姐的惩罚嘛，而且看魏凯大哥道歉这么真诚，我看就算了吧。对。啊，蜘蛛姐姐，你还是要对魏凯哥哥下手吗？魏凯大哥，你心里不要对我有杀意啊！蜘蛛姐姐只是在我机缘巧合之下契约的，会对一切对我有杀意的生物出手。我的话对他没有什么约束力啊！啊！什么？冤枉啊！我没有对林浩兄弟有杀意啊！
下去和你的同伙们团聚吧。且慢，此处空间内，无知战士之间不得互相伤害。不用怕，虽然你已经违背他制定的规则了，但是以他对你的友善态度，这都不是事儿。感谢你的软饭王天赋吧。还真就不能自相残杀吗？可是我之前已经杀了3个人，他也没有阻止我。看来这个友善态度很管用。没错，我们既然都是古神的战士，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古神万岁！我永远是你最忠实的仆人。倒是可以用这家伙试探一下古神对我的底线。蜘蛛姐姐，不要啊！蜘蛛姐姐，给我杀了那家伙！重复一次，此处古神战士们禁止互相伤害。现在动不了了吧？刚刚不是挺神奇的吗？有古神在这儿，你个小小的蜘蛛怪还敢放肆！伟大的阿加莎·尼古拉斯大人，我举报，林浩刚刚就已经做出过杀害古神战士的行为了，而且还连杀3个。伟大的古神啊，请对他降下神的制裁。还好，只是阻止了蜘蛛妹，没对我出手。依旧是友善呢，要不你再试试？试试就试试，赶紧的认怂，别进一步试探了。看来这就是底线了，只不过目前看态度还是友善，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小耗子，按照小耗子刚才说的，蜘蛛怪的行动不是完全受他操控，所以他不会有事吧？伟大的古神啊！虽然林浩不是那3条人命的直接凶手，但这只可恶的蜘蛛怪也绝逃不了干系，请立即消灭这只蜘蛛怪，不然我难以想象这样嗜血的怪物还会害死多少人啊！这真是天助我也！没了这个蜘蛛怪的保护，我看你小子还怎么嚣张！不就是不让杀人吗？老子回头有的是办法整你！古神大人，我之前不知道规则，而且刚才也是魏凯大哥心里一直对我有杀意，蜘蛛姐姐才会动手的呀。此处空间禁止无知战士互相伤害，这条规则于现在开始执行。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妈的，古神居然不惩罚他！这个林浩到底走的什么狗屎运？而且他还能调遣蜘蛛怪，这家伙开挂了吗？好了，已经没有人伤害我了，快回去吧，蜘蛛姐姐。感谢古神大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再会受到伤害了。我们安全喽，允儿姐。丫的，我不服，为什么会这样？我死了3个手下，他林浩就屁事没有，甚至还能带着蜘蛛怪继续逍遥。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古神不能这么处事不公啊，不然这5000战士怎么才能令行禁止？什么？古神为什么要轰他啊？可能是太丑了吧。因不满古神设定的规则，在古神的随手惩罚下幸运存活。虽然他打不过你的蜘蛛娘，但是小心阴沟里翻船啊！还没死心啊！切记，无知战士在此处空间内禁止互相伤害。这里不能杀人，出去杀了呗，多大个事儿啊！小耗子，刚才的蜘蛛怪是怎么回事？是你在命令他吗？我不知道啊，上个副本里我确实因为运气好被这个蜘蛛姐姐认了主，但是我也没有想要杀他们呀。我刚刚其实好想逃，但我也不能丢下允儿姐姐不管。允儿姐姐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保护好允儿姐姐。我就想让蜘蛛姐姐出来帮忙，然后就……别怕，小耗子，你没有做错什么，这些人的死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刚刚就连古神也没有处罚你，不是吗？是这样啊，是他们咎由自取。所以林浩这孩子是为了我才被迫让蜘蛛怪出来的。本来我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他，最后却变成了这样。这样他应该就不会觉得我心思黑暗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之前触犯规则之人将于此刻接受惩罚。什么？
见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要接受清算，希望小耗子没事吧。这还真是死无常，明明都说不追究了，却突然来这么一下。以后还是要小心一点，虽然身体没事，可是刚才发生的事情……蜘蛛姐姐也辛苦了，陪我在里边遭了这么久的罪，要是没有你，我很难想象该怎么办啊。不过。我这是在哪儿啊？圆儿姐姐也不见了呀。我可爱的战士们，故事又要说什么？在宣布你们第一个正式任务之前，吾还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们。此刻，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聆听。你们所有人都使用过了古神面板功能。也都发现了副本积分的存在。副本积分大致上就是对你这次副本表现的评价。每次任务计算积分的方式都略有不同。比方说，这次新手任务就只计算你们击败怪物的数量，而积分在这个空间内几乎就等于一切。在这个空间内，金钱的概念已不复存在。你们想要获得任何东西，都必须支付等量的积分，无论是日常所需，还是珍奇异物，都可以用积分兑换。甚至受伤了，只要积分足够，也可以恢复如初。吾曾经观察过，你们人类是社会性生物。抱团分工是你们最喜欢，也是效率最高的行动方式，因此，吾特别设置积分可以相互度让，同样以意念触发确认。希望你们能好好利用这一点。太好了，能抱团。这座建筑包括吾设置的购物空间，即是你们永久的大本营。这儿是你们的住所，是你们的补给站，也是每次任务的起点。在任务时间之外，不会有任何外物侵入这里，但这不代表你们不会死，请牢记这一点。然后是这次的任务，你们将启程，前往诸天万界其中之一，这未知的、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乃至于你们今后会到达的所有世界，都和你们之前见过的世界截然不同。这不仅仅是指生命的种类与强度，甚至是组成生命的形式，乃至于构成世界的基本法则，都会不同。你们将以这里为起点，地球历经2个月为期限，逐步深入探索，收集这个世界更多的信息。本阶段的任务积分将分为探索与狩猎2部分，同时在生存一定时间后，全员也会获得基础的生存积分。不要妄想躲在初始地点里，48小时内会获得任何狩猎与探索积分者，将会被强制抹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又要逼我们？这个世界再不会有什么死而复生的好事发生。你们的一切经历都是最真实的，无法挽回的。当然，仁慈的吾也不会让自己可爱的战士们去送死，所以特别给予你们3个小时的休整时间。时间一到，外面的屏障便会打开，任务正式开始。哎，这里面也有哎！快点进，快点儿！无论是休息也好，补给也罢，请各位好好享受这难得的闲暇吧。道具区的空间传送门嘛，
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哼，这个套路我熟啊！我要兑换洪荒，开天手雷。果然是积分商城那套啊！可惜我根本没得积分，那岂不是啥也换不到了？而且这个世界和蜘蛛母怪巢穴不一样，作死是真的会死，没有积分傍身，心里实在没底啊。所幸我还留了个后手，没积分了，可以找别人呢。你说是吧，魏凯老哥？所幸我还留了个后手，没积分了，可以找别人呢。你说是吧，魏凯老哥？林浩，别紧张嘛，魏凯哥哥，我来就是想找你聊聊刚才的事情。哼，我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承认，刚刚确实被你的蜘蛛怪吓到了，但我还记得古神的规定，你奈何不了我。真的吗？林浩，你想干嘛？有话好说呀，什么事都能商量的。可恶，看来他也想明白了，就算不伤害我，把我一直困在这儿，我也会被古神抹杀。要不这样吧，林浩，你看我这人现在没什么别的优点，就是积分多。你这边也刚好缺点积分，那我这边就给你贡献一点，就当是赔罪了，怎么样？这个嘛，虽然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魏凯哥哥的提议似乎也挺不错的呀。魏凯老哥挺上当的嘛，居然猜到了我想要什么。哎，那这样吧，魏凯哥哥，你把全部的积分都给我，之前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了。全部？他为什么不去抢？不对，他确实是在抢，最多55分。我也是要拿积分保命的呀，大哥！你把我全部的积分都拿了，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吧，这样大家谁都没积分用了。你要干嘛？这家伙意外的忽然硬气了吗？不要怀疑，这家伙从来没有放弃过报复你，一秒钟都没有。你看他现在信誓旦旦的样子，心里虚得很，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不过，看上去是在虚张声势嘛。其实是这样的，维卡哥哥，不是我不想放过你，是蜘蛛姐姐她看中你了呀。你不多给我点积分，我拿去兑换道具压制她，她早晚还得找你麻烦啊。你有没有发现，蜘蛛姐姐在用丝线丈量你啊？她那是在量你身体的尺寸，好把你做成活体人偶啊。这是他们蜘蛛怪天生具有的习性，碰到了敌人就喜欢把敌人做成活体傀儡，任意摆布啊。哦，而且古神也不一定会管这个，因为蜘蛛怪做成的傀儡都活着，没有死。要不是我在想办法压制蜘蛛姐姐，恐怕她现在就动手了。到时候魏凯哥哥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就算要救你，也得花费海量的积分。所以李浩，积分要是都给了你，我还是活不下去，我宁可自杀，这样你一个积分都别想要，80就80，多1分都不行。他急了，真的急了，已经开始考虑自杀了，韭菜不能断根呀。行吧，80就80，快拿来。来了，这我有不接受的道理，果断选是。大功告成。商场分为道具、装备、书籍、药水4个区域，所贩售的都是白色普通品质与蓝色优秀品质的商品。至于更高品质的商品，只能通过别的途径获得。道具区的商品种类最为丰富，比如粮食、药物、各种生存工具。装备区的商品包含武器铠甲，甚至是具备各种特殊效果的魔法奇物。书籍区的商品是各种转职书、技能书，转职之后
可以获得一个职业技能。药水区的商品只有一种，名为升级突破药水。每个区的商品也是根据价格归类在货架上。廉价道具的货架前，这群人跟疯了一样挤来挤去，看起来就像是在捡垃圾一样。而且这些道具只是白色和蓝色的品质，看着就很垃圾，用途还很狭窄，有什么好讲的？3个小时的准备时间绰绰有余，而且古神提供的道具兑换也是不限量的，用得着这样你争我抢吗？连这次的探索究竟会遇到什么都不清楚，就把积分花了，就不怕买到没用的道具吗？还是我聪明，换了这个道具，有了它，只要积分足够，在探索中就可以随时兑换出处理眼前麻烦的道具，相当于蓝胖子的次元弹。虽然临时只能进行5次兑换，但1次探索也应该够用了。物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提升自身实力。按照分区描述，先逛逛药水区和书籍区吧。因为之前得到了转职书，所以第一时间来到书籍区逛逛，果然有收获。转职书分为战士、法师、牧师3大类别，居然不包括我的怪物契约师，感情我还是个隐藏职业啊！最便宜的白色普通品质转职书都要200积分，那我获得的隐藏职业转职书岂不是上千积分？嘿嘿，赚到了，赚到了！打开技能面板，上排一类是职业技能，我现在只有0级的怪物契约术，下一个空格要1级以后才能解锁。升级后会获得一个技能点，我可以增加一个新的技能，也可以把怪物契约术增强到1级，这样就能够契约2只怪物。至于下面一排普通技能格，就要购买相应的普通技能才能够使用了。职业技能是拥有职业后，随着升级自动解锁，一般技能就得花积分兑换后再主动装备了。这个0级书架上能买到的只有一般技能书，分别对应4大属性的锻炼术和一些名字一听就很 low 的技能。按照说明，锻炼术一旦装备就不能卸下，并且不能同时装备2种品质的同属性锻炼术。装备后，身体就会自动开始锻炼，缓慢增强选定的属性。当然，也可以主动进行锻炼，让属性增长速度更快。而白色普通品质的0级锻炼术最多提升3点属性，蓝色优秀品质最多提升4点属性，这就有点问题了。之前经过药水区的时候，看了一眼所谓的升级突破药水的说明，0级时属性达到9点就是极限了。要想继续提升属性，必须服用升级突破药水，升级成等级1，后续升级可以以此类推。升级之后，极限属性会自动加1点，而这1点属性带来的提升，远比之前的属性提升要大很多。我天赋异禀，初始精神就是8点，凭借白色品质的锻炼术，倒是能把精神提到9点，然后用药水升级突破。可等级1之后，就算不同品质锻炼术的属性提升效果能叠加，最多也只能把精神提到17点，根本达不到升级等级2的条件。更不用说这种属性低的可怜的家伙了，他哪怕积分再多，也不可能升级成等级1。他只是个路人，这显然不合理啊！所以，除了商城里的技能书，一定还存在着别的提升属性的方法。如果我没猜错，那些方法都在完成特殊任务的宝箱里了。我的职业技能是契约控制精神比我弱的怪物，而软饭王天赋则可以魅惑整体实力比我强的异性，所以我最好主提升精神，其他属性能不升就不升，维持弱小可怜但很精神的状态。决定了，先花20积分换一本0级白色品质精神锻炼术，虽然很垃圾，可是我只需要提升1点就可以升级，足够用了。升效了，感觉到了，虽然很微弱，但是精神确实在得到锻炼，而且脑海里还在自动浮现一些类似瑜伽的动作，只要主动一下，就能够让锻炼效果变得更好。这位小兄弟，你好呀，我叫郑驰，这是我的名片。
二手房销售都被卷进股神游戏了，还能干老板行？不好意思，职业习惯一时没改掉。小兄弟，你别误会，我其实是来邀请你加入队伍的。毕竟股神也说了，这次任务死了就是真的死了，大家聚在一起通力合作，活下来的概率更大一点。身为销售，当然要百折不挠，哪怕被拒绝1万次，第10001次也要笑着面对客户，这就是他的销售道。可是我是和姐姐一起的，确实得考虑一下接下来的安排了。组队的好处虽然多，但是……放开那男孩！郑权，没看到他不愿意加入你的队伍吗？哦，这不是陆大队长吗？莫非你也看中了这位小兄弟？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跟你抢了。这里可没有人类社会的秩序，所有人都有可能因为利益或这样那样的理由成为敌人。小兄弟，虽然咱们没能成为队友，但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多多合作哦。按照我定下的升级路线，我的本体可是很弱的，而且随机到的天赋就像是玩家的 SSR， 可不能随意暴露。如果身边的队友不靠谱，那可就忌了。谢谢这位哥哥的帮忙。小事而已。他姓陆，难道说是那个积分排名第5的陆可期？也不知道靠谱不？看看他的面板，全属性都在5以上，这是什么水桶出水属性？这届的新人是怪物吗？我叫陆可期，你呢？我叫林浩。陆哥哥，你叫我小耗子就行了。还真的是他呀，他的属性居然能得到怪物的评价，果然不简单。而且居然有3个属性都在锻炼中，他这是一口气兑换了3个锻炼术的技能。陆哥哥，那个郑池怎么就盯上我了呢？会不会是想骗我的积分啊？郑池倒是真的在挑选队友。小耗子，你兑换的临时随身商城助手，可以说性价比最高，跟那些什么都没兑换或者胡乱兑换道具的人相比，年纪轻轻的你绝对更有潜力。实不相瞒，我的陆王队成员已超过50人，论整体实力是最强的。我现在想找有潜力能当干部的人，许我一起带领队伍。小耗子，你愿意跟着我吗？不到1个小时就聚集50多人，何等的领袖魅力！和善的笑容如沐春风，但为什么会有一种同性相斥的预感？小心啊，小心！哼，还以为能有个大腿，结果还是不靠谱。那个，谢谢陆哥哥的好意，我还是得跟姐姐商量一下，我先走了。唉，算了，之前抱大腿是因为自己太弱，现在有蜘蛛妹，当个独狼单刷积分，其实也不比这些弱者抱团组队差。没关系，我的陆王队会一直为你留一个干部的席位的。队长大人，那个林浩是个很有潜力的人，他看着软弱，但其实很是自傲，未必愿意和我们这些普通人配合呀。林浩那小子要是加入队伍，那我在队伍里的地位可就岌岌可危了，得劝一下队长。那就是个涉世未深的小鬼，凡事都想听他姐姐的话，哪来什么主见？当然，若是他不来，也无需强求。倒是你，怎么感觉你和他有些矛盾？队长大人果然厉害啊！我和他确实有些小误会，但请您放心，如果他愿意来，我一定主动向他低头。可我就怕他得势不饶人啊！敏锐的家伙。你放心，如果他来了，我会亲自调解你们的矛盾。你们都是我重要的队友，可不能内讧啊！你是除了我以外属性值最高的人，这些是队伍集资购买的，可以快速提升战力的道具，你拿去用。这次任务，你可得出不少力。强者庇护弱者，先富带动后富，我懂的。果然，只要能成为团队集中资源培养的人，提升实力的速度绝对比独狼要快。那个林浩，也就是靠蜘蛛怪才能嚣张。等我攒够积分，兑换那些奇妙的道具，绕过蜘蛛怪，袭击他本人。君子报仇，10年不晚。对了，蜘蛛姐姐，你还没名字吧？
一直喊你蜘蛛姐姐，总觉得怪生分呢。鸡，既然蜘蛛姐姐你总是喜欢鸡，不如就叫你小鸡姐姐吧。小鸡姐姐，你别激动啊，还好现在应该没外人。你说前面有人？允儿姐姐。小耗子，你终于来了。允儿姐姐，你怎么还留在这里啊？我等着你，一是为了道歉，魏凯的事真的抱歉；二则是，小耗子，能把手给我吗？允儿姐姐，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我其实不需要什么赔礼。道歉归道歉，礼物归礼物，这二者不是一回事。这只是一个姐姐送给弟弟的礼物，这个护身符可以抵挡一次致命伤害，探索未知地带，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这个道具我看到过，需要40积分才能兑换啊！这女人都不给自己留一点积分的吗？小耗子，我还有点事，你要注意安全啊！这女人疯了吗？哪怕好感度并非友善，她出于愧疚，也会用自己全部的积分来赔偿你。这是什么世间罕见的蠢女人？是，这算什么烂好人白痴？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种人！这种白痴真的是越来越少见了哈！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帮他一把，让他欠下天大的恩情，这样就可以继续薅羊毛了。好了，小鸡姐姐，我们该出发办正事了。还有10秒、9秒、8秒，马上就能出发了。是啊，已经等不及了。整备时间结束，我的战士们，只要你们进入未探索的区域，就能驱散地图上的吃鱼之物，从而获得探索积分。汝等无需深究吃鱼之物为何物，吾将会以公正的评判奖赏积分。而在你们探索之时，吾随时会发布狩猎任务，只要完成任务，即可获得狩猎积分。我的战士们，踏上斗之路吧，挣扎吧，厮杀吧！但凡没能打倒你们的，都能让你们变得更强。可恶，前面的家伙绝对强化了属性，要跟他们争探索地图的积分也太难了。慌什么？我们只是争不过顶尖的那批，你看后面还是有一群比我们还弱的。你看那个弱鸡，小胳膊短腿的，先头部队扩张探索能吃肉，我们能找机会喝汤，他只能吃屁。哈哈，快看，那小子根本追不上我们，彻底掉队了。放心吧，未探索区域这么大，前面的人也开始分散行动了，我们也有机会点亮地图，获得探索积分的。既然已经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了，那么小鸡姐姐，你出发！怎么回事？显示出 bug 了吗？哎，我们前进的方向怎么会突然亮起了一条路线？不是 bug， 这条路真的被人走过了，我们完全没有获得探索积分的提示啊。跑了5公里左右，也才有1点积分嘛，还以为探索积分会很多，根本就是蚊子腿儿啊！而且暂时没有遇见怪物，据点附近的安全期大过头了吧？莫不是古神在暗示这次的怪物强度很高？而且以此计算地图比例，这次的场地简直大得离谱，感觉这次任务的持续时间绝不会短了。看来在考虑和怪物战斗之外，还得考虑野外的生存问题了。凭借蜘蛛妹出色的机动力，第1天我就来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可惜，除了收获了10点探索积分外，连个狩猎任务的影子都没见到。兑换灵技升级突破药水要花200点积分，光凭探索攒积分，得攒到猴年马月。森林哥布林嘛，倒是很常见的低级奇幻怪物了，而且还是名牌摸鱼的怪物。这提示简直就像在说：“快来偷袭吧！”这些家伙都是0级，属性也不算强，
不是小鸡姐姐的对手。我一个正大光明靠实力取胜的契约师，怎么能做偷袭贝斯这种事儿呢？狩猎任务：清理前方的森林哥布林狩猎营地，任务奖励5点积分。特殊规则：偷袭成功制造恐慌，额外奖励5点积分。偷袭还能有额外积分？小鸡姐姐，正所谓狮子搏兔，一尽全力。既然能抢占先机，那就不能浪费了。简单来说就是偷袭，必须偷袭。偷袭成功，森林哥布林摸鱼斥候陷入恐慌，获得5点积分。小鸡姐姐，别让他们逃了！嘿嘿，赚到了，赚到了！按照这个架势，再偷个17次，就能兑换升级药水了。任务完成，奖励5点积分。哼，感觉挺简单的吧？接下来只要离开这里。我去！虽然猜到了刚才的号角声是球员，但这援军来的也太快了吧！而且这一次来的是全副武装的森林哥布林，跟之前的猎人相比，这些家伙的属性更高。这帮家伙是内卷狗，练兵8小时，还能自主加练12小时，属性比那群咸鱼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而且还是配合默契的小队，能多咬死象，有皮就吃血。这一提示虽然让人有些不爽，但确实符合事实。这次来的家伙已经能伤到蜘蛛妹了，必须撤。但是我现在下去，如果被发现了，只会沦为活靶子。如果让蜘蛛妹回来带着我跑，目标更大反而更危险。如果让蜘蛛妹把这些哥布林引开，然后我再撤离到安全距离，把她召唤回我身边呢？不行。这片区域不知道有多少被号角声吸引来的森林哥布林战士，这样做风险也很大。坏了，这是群平日里从不摸鱼的斥候，擅长侦查踪迹，你的隐藏水平恐怕躲不过他们的察觉。我这是捅了森林哥布林窝了吗？怎么什么职业的森林哥布林都往外冒，连擅长追踪的内卷斥候都出来了？喂，购物助手，给我推荐一个能够安全撤退的道具。已收到客户要求，展开推荐列表。只有2个道具，雾影烟火。蜘蛛妹凭借蛛丝感应，倒是可以无视雾气移动，但是比起撤退，这显然更适合进攻嘛。另一个是主动激活后，经过10秒启动，将人随机传送到最远距离1000米的安全区域，不管陷入怎样的危局，只要能拖延10秒，就能完美脱身。就这个了，小助手，我要兑换一次性传送卷轴。了解，客户花费2点积分购买一次性传送卷轴，本次购买完成，详细使用说明如下。激活卷轴，小鸡姐姐，再坚持10秒。虽然这卷轴启动要10秒，还是随机传送，太容易带来不确定性。可是刚才那种环境下，还是很好用的。就2个积分，要啥自行车啊？开始传送。随机传送的运气不错，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小鸡姐姐也一起传送了。原来如此，是因为跟我距离太远，所以自动被召唤回我身边了。这倒是省了我主动召回的功夫。小鸡姐姐别丧气嘛，他们人多势众，怎么好汉不吃眼前亏？走为上策也没有什么丢人的。还好撤退及时，蜘蛛妹只是受了点皮。
果然，我就猜到这附近有森林哥布林的据点，而且森林哥布林据点的主力都被引了出去，现在的守备力量十分薄弱，这还不趁机掏了他们老巢？我这人心善，报仇绝不隔夜。摧毁森林哥布林前线据点，这是一处森林哥布林军队的前线据点，但是现在守备空虚，请尽可能破坏据点，根据最后据点破坏程度奖励积分，破坏程度越高，奖励积分越多。居然触发了任务了，真合我意啊！原本就打算花积分搞一波大的，现在不仅能报仇，还能有积分补偿，赚大了！而且我没记错的话，之前森林哥布林士兵的数量至少上百了，赶来的方向也不一样。这处据点不像是能容纳那么多森林哥布林的样子，显然还有别的据点。只要用的地方对了，就算是垃圾道具，也有它的作用的。小鸡姐姐，你的敏捷是最高的，要充分发挥速度优势。我再给你简单讲解一下放火烧游击战的精髓。这一天夜晚，这附近的森林哥布林据点都燃起了熊熊烈火。在森林哥布林眼中，纵火者神出鬼没，难以看清，只知道是一闪而逝的紫色身影。一口气烧了5处森林哥布林据点，除去之火椒的支出，净收入30点积分。现在我已经有68点积分了，赚翻了！多来几次，说不定明天就能换升级药水了。不过这一招也确实惹恼了那帮森林哥布林正规军士兵，他们开始疯狂追踪我的痕迹，那片区域暂时去不了了。可以确定的是，已经点亮的地图区域里并没有森林哥布林出没，这还算安全。既然仇已经报了，现在先苟一波。小鸡姐姐，你放心，咱这是战略性转移，敌追我躲，换个地方照样能做任务赚积分。等赚够积分，换一身精良装备，到时候再去收拾他们。小鸡姐姐，你发现什么了吗？这里应该是安全区啊，可蜘蛛妹的反应怎么像是遇见了敌人？哼，我就说蜘蛛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原来是发现魏凯那老小子来了。这老小子似乎是跟其他人组队了。这是品尝到利用团队资源升级的甜头，他已经规划好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中年穷，升级装逼，打脸虐杀敌人的未来路线。把多数人的积分集中到少数人身上的组队线路，果然厉害。哪怕不能立刻升级，也能靠装备堆出这近乎升级后的属性。有敌袭！别担心，看我的0级飞刃斩！我去，居然还有这种操作！0级技能配合特殊武器装备，再配合装备强化后的属性，这一招斩击的速度甚至比小鸡姐姐还快啊！不过他对你的爱意已经快溢出来了，在这种加成之下，只要是属性点比他少的，他都能够做到一击必杀。此子恐怖如斯，也小心眼得很。一旦他有把握胜过你的小鸡姐姐，他一定会疯狂报复你和林小雨的。用不着提示我也知道的，这种人不能留下。大家放心，我们这些主力会全力完成探索任务，赚取积分，作为团队资源。等探索结束后，公平分配，大家都能有积分，都能得到强化的。队长英明！这群白痴还不知道，所谓的公平分配可不是平均分配。到时候我作为主力战斗人员，自然会分配到更多积分。强者越强才是真理。这次任务结束后，我就去兑换100积分克制魔物的武器油，涂在链子刀上。到时凭借我已经熟练的飞刃斩，就能轻松除掉林浩的蜘蛛怪。至于林浩，我会一刀一刀慢慢剐了你这狗杂种，还有林小雨那女人，等我玩够了再……我这是飞起来了！
魏凯，大家防备！这是蜘蛛怪，他杀了魏凯。这蜘蛛怪到底是哪里来的？野外除了森林哥布林，还有这么强的怪物？这到底是魏凯得到了那么多强化，竟然也不是这怪物的一合之敌。换作是我的话，恐怕这家伙千万不要看过来呀！啊，要走了吗？怪物，不管你到底是什么来历，你杀了我的队友，我陆可期跟你势不两立。不愧是队长，竟然吓走了蜘蛛怪。有队长在，我们就安心了。幸好他主动走了，差点就腿软坐到地上了。到底哪来的蜘蛛怪？整个队伍都被吓傻了。希望能靠放狠话来弥补一下大家的士气。这怪物的速度好快，我们兑换的武器根本打不中它，怎么才能杀掉它啊？知道怎么做。拿你做诱饵，怪物就不会再来追我了。哈哈哈哈！张硕，你靠我家才拿到户口，你怎么敢这样？闭嘴，臭女人！你家明明知道我家穷，还要那么多彩礼，我早就想甩掉你了。我要活下去，这一次我要彻底摆脱现实的束缚，我要在这异世界出人头地啊！你这垃圾，去死吧！原本点亮的已探索区域，因为被森林哥布林大军入侵，并且建立了据点，居然又变黑。再结合一开始古神发布的任务规则，古神安排的任务果然不是简单的过家家呀！我能想到的最坏的结局是，不能阻止森林哥布林军队的推进，大部分人被围困在初始安全区，48小时后因为得不到积分被抹杀。而像我这种有实力的独狼，最多只能跟森林哥布林大军打游击，在夹缝中做任务，赚取积分生存下去。野外求生，很多东西只能将就。森林哥布林的肉，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3倍，鸡肉味嘎嘣脆。但是这里的森林哥布林不同，它们是叉叉的造物，食用后会有大恐怖。这个提示是神谜语人吗？大恐怖是啥？晚年不详，浑身红毛吗？我可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别以为能唬住我。水下留人，小鸡姐姐，那东西不能吃。我可不是被那个什么大恐怖吓到了，我这是从心而为。蜘蛛妹和我缔结契约之后，不需要进食，只要我给她提供魔力，所以野外生存只需要养活我一个人就行。原以为森林里能有野兽或者果子啥的，没想到除了森林哥布林就没别的了。随身携带的面包已经吃完了，现在果然只能……购物助手，推荐一下野外生存的口粮。明白，开始检索。停！你给我推荐价格几万积分的龙肝凤胆也没有用啊！缩小范围，5积分以下，越便宜越好的那种。明白，添加筛选条件。5积分可以管10天，2个月的话就要30积分，3点积分不容易啊！我还想晋级下一阶呢，每个积分都很重要啊！对啊，我好像还有个看起来没什么用的天赋。可恨，这种药丸就要5积分，好不容易挣点积分，都花在这上面了。吃了还不断犯恶心，要不是食物没法防腐，几天就过期了。我疯了才花积分买这玩意儿啊！看，那个人在干什么？他不会想吃草吧？没有积分兑换，也太可怜了吧！我的天赋垃圾桶果然很有用啊！吃草都能有无上美味的感受，而且还能消化。
啊，好变态啊！树皮草根都吃得那么开心呐！我们拿什么和这样的变态竞争啊？消灭一只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小队任务已完成，奖励20点积分。哼哼，不枉我这些天暗中观察森林哥布林的行动轨迹，终于找出最适合伏击的时机和地点，然后让蜘蛛妹暗中布下了各种蛛丝陷阱，限制这群森林哥布林的行动。这帮森林哥布林正规军士兵实力不弱，而且还会配合作战，单凭小鸡姐姐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啊。可即使是这样，小鸡姐姐也受了不少的伤。不愧是小鸡姐姐，这一点伤对你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那么接下来就拜托你清理战场了。很明显，在面对成建制的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时，蜘蛛妹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你这个契约式主人，给点力呀！等级1的蜘蛛妹现在已经很难形成碾压，要想保持优势，只有2条路：一条是契约更多的怪物作为帮手，另一条则是让他得到强化。也不知道升级之后解锁的职业技能是什么。我的积分倒是已经攒到300点了，但我的精神属性还没有锻炼到极致。哦，你的精神已经达到等级0的极限，再不升级就只能白白的浪费锻炼时间。真是打瞌睡了来枕头，这些天闲暇时候的打坐冥想没有白费，我的精神终于达到极限，这下子可以用升级药水了。移动商店只剩下3次购买额度，现在用它就太浪费了。虽然出来有5天的路程，可是小鸡姐姐抱着我来回跑半天就够，回去升个级吧。这个时间段居然没有什么人回来吗？倒是不用特意让小鸡姐姐藏起来。这可是200点积分才能兑换的等级0升级药水，每一滴都是精华，可不能浪费。总之，先一口闷了。这感觉好奇特，这一次我确实感受到了变化。我感觉到自己的思维速度变得更快，眼神变得更加敏锐。我能感受到曾经未感受过的东西，甚至和宠物的联系更为紧密，能隐约察觉到小鸡的心情。他现在其实很无聊，想去野外继续打森林哥布林。综合而言，精神力不光是智力提高，还掺杂着感知、直觉等一堆玄学。最关键的是，只有升级得到的技能点才能用来升级职业技能，新技能已经可以解锁。我现在可以选择把怪物契约数增加1级，也可以选择激活一个新的技能。升级契约数，有多个契约怪物当然好，可是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蜘蛛妹这种实力超强的母怪物呢？那些森林哥布林比蜘蛛妹可差远了，还不如赌一把新的技能。既然是职业技能，肯定不会差到哪去。恭喜你激活新技能鼓舞士气。身为怪物契约师，你理所当然能够用你的精神之力连接契约怪物，鼓舞强化它的战力。主动使用可以指定你的一只契约怪物，在力量和敏捷属性上都获得1点强化值。该强化持续时间为60秒，每天可以使用此技能5次。我的职业能力果然是和契约怪物有关，这个强化幅度也不算太小，持续时间也不算短，关键时刻足以扭转乾坤啊！而且职业技能会在升级后随之提升，这样的话，哪怕将来蜘蛛妹属性没有成长，我也可以靠技能让它保持强。或许可以换点别的道具。对了，顺便帮蜘蛛妹调整一下心情。小鸡姐姐，你等级了吧？走，继续打森林哥布林去。升级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检验自己变强后的力量。只能拿森林哥布林试手了。森林哥布林大多抱团行动，如果陷入群殴乱战的话，
就不适合我来失手了。好在我运气不错，遇到了一只落单的森林哥布林。小鸡姐姐，放着我了，这只森林哥布林交给我解决。鸡，哇，绿皮，接下来让我会会你。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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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哼 ，Go go！ 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个40积分的多功能防御球，在激活以后可以防御大部分攻击。虽然每次抵挡攻击都会消耗防御球的能量，但是从目前的实验来看，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的全力攻击也只是消耗了1%的能量。这个防御力在前期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了。哼，防御能力已经实验完毕，接下来该试试我升级之后的攻击力了。看看我等级1的全力认真拳，最强一击，这是我的全部实力了。小鸡姐姐，55世纪，很完美。升级之后的我，还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吉祥物。软饭王的天赋能最大限度的生效。当然，别看蜘蛛妹得到强化后，只是提升了1点力量和1点敏捷，实际展现出来的提升却相当大。属性就像沙漠里的水，每一点提升都无比珍贵。原本正面进攻森林哥布林小队会陷入僵局，现在强化后就可以展开屠戮了。我的最佳变强路线就是专攻精神，这样升级花费的积分最少，效率最高。靠蓝色优秀品质锻炼术只能提升4点精神。接下来恐怕要靠宝箱里的随机道具，不过能获得宝箱的任务实在可遇不可求，只能尽可能触发各种任务了。虽然眼下小鸡姐姐面对抱团的森林哥布林还是有些吃力，之前甚至还吃过亏，但只要我在关键时刻给小鸡姐姐鼓舞士气，就可以一转攻势，有仇报仇了。妈，我走不动了，你别管我了。不行，就算是死，咱们也要死在一起。这好像是第一个副本的蜘蛛怪物，可它为什么会帮助我们？前面就是一处森林哥布林的据点，经过这些天的准备，现在正是最佳的突袭时机，大家做好准备。是。这个声音是，前面的据点正在发生战斗，是哪个队伍抢在我们之前下手了？是他。那个杀死了魏凯的怪物，大家小心，千万不要暴露了。这怪物看起来竟然比上次遇到的时候又强了许多，我的队伍哪怕这段时间也变强了很多，也未必能拿下他。这怪物虽然现在只是屠戮森林哥布林，但他先前毫无理由杀了魏凯，把人类也是视为敌人，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队长，这怪物到底是什么来历？居然会屠戮森林哥布林！如果我所料不错，这很可能是古神安排的特殊精英怪。我们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万一遇见，一定要尽可能避其锋芒。虽然表面上是认怂，但我得说出个道理来。不过也不用灰心，等到我们变得足够强了，就可以考虑挑战他了。精英怪击杀难度极高，但是定然也会有巨大奖励。不愧是队长，深谋远虑。这些天，大量古神战士都目击到了一抹紫色的身影，那巨大的连刃斩杀了数不尽的森林哥布林。有的古神战士被蜘蛛娘所救，所以心怀感激，认为那是古神派来的援军；有的古神战士则是愤愤不平，因为蜘蛛怪物抢在他们之前杀掉了他们盯上的森林哥布林小队，让他们的探索任务直接失败。不管怎样，因为蜘蛛怪物的出现，
原本被森林哥布林压制的局面逐渐改变，古神战士们逐渐站稳了脚跟，森林哥布林的据点没能继续推进。而经过半个月的探索，这片布满森林哥布林的区域已经有部分被点亮，然而依旧有大部分区域处于黑暗之中。据古神战士中有识之士的判断，需寻找到产生森林哥布林的源头，并将其抹去，才能彻底点亮这一方区域。虽然蜘蛛怪物的传言开始风起，但是那些与我这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小正太有什么关系？大家判断的没错，这都是古神的安排。这些天努力杀怪，虽然因为森林哥布林有数量优势，蜘蛛妹不可避免受了伤，需要花积分用道具疗伤，但是回报也很丰厚，我又攒了60点积分。而且我还发现，升级之后，蜘蛛妹能够离开我的极限距离也提升了，现在可以在500米的范围行动。只可惜服务士期有距离限制，所以现在我还是尽量跟在蜘蛛妹的身后，以备随时使用技能强化。1分钟内击杀10只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达成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初级，奖励阿加莎的成就宝箱，紫色稀有品质。啊！想不到我努力杀怪做任务，居然还触发了成就奖励。咦，让我看看这次的宝箱里有什么好宝贝。此地区无法开启阿加莎的成就宝箱，请回到初始据点进行尝试。什么情况？开宝箱居然还有地点限制，那是不是还要再等个良辰吉时才能开啊？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初级已生效，附近的森林哥布林部落已经流传着你的恶名，在森林哥布林萨满的号召下，即将组建一支讨伐你的联合部队。联合讨伐？之前的森林哥布林小队大概是10人队的规模，如果搞联合部队的话，大的要来了。虽然知道大的要来了，按理来说接下来应该避一避风头，但是小鸡姐姐现在的实力提升了那么多，我又兑换了一些实用道具，身怀利器却畏畏缩缩，着实憋屈啊。当然了，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在实际战术上仍然要重视敌人，所以这2天我没有继续深入，而是在附近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没想到还真的有所收获。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处荒废不久的部落，石墙破败，利用小鸡姐姐的蛛丝，正好可以制作一些陷阱。陷阱布置完毕之后，在附近清理森林哥布林的时候，故意放一些活口回去，这样一来，得到情报的森林哥布林大军一定会朝着这边赶来。而蜘蛛妹布下蛛丝之后，如果有其他生物闯入，是能有所感应的。在升级之后，这个能够布下蛛丝感应的范围在半径300米左右。这样一来，只要森林哥布林大军接近，我就能第一时间警觉，不会陷入被突袭的状况。而且我还准备了5积分1张的回程卷轴，所以可以在5秒后直接回到据点，跑路效果远比之前的传送卷轴要好。万一大军实力强过我，我也有退路。有大军过来了吗？我倒要看看，专门为了讨伐我的联合部队到底有多厉害。但人马是知性与野性并存的种族，但是在戴上了奴隶项圈之后，他们的知性被彻底封印，沦为了纯粹的野兽。在森林哥布林的残忍调教之下，只剩下了顺从的本能。人马合一的马，如果先被射死的话，自古以来骑兵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更不用说这些骑上了半人马的森林哥布林了。现在他们是人马合一的状态，所以强劲无敌。
如果能想办法解除他们这个状态的话，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象出现。全面来袭的森林哥布林联合讨伐部队，完成则奖励20点积分。这次来的森林哥布林，居然是一群等级1的骑兵，而且他们的坐骑也不简单的样子。关键时刻不能犹豫，得发动鼓舞士气来。得到强化后的蜘蛛妹，只要不是陷入被完全包围的状况，就不会有危险。更何况，这次可是我提前设计好的主场，敌方大部队已经深入陷阱，就是现在。成了！奇怪，怎么任务还没有显示完成？难道说蜘蛛妹？幸好千钧一发之际把蜘蛛妹召唤了回来，总算是没吃到那么一击。不过却暴露了我的位置。森林哥布林部落以萨满为尊，精神力强大的森林哥布林可以进阶为萨满。这支森林哥布林萨满的战斗风格是使用技能萨满秘术强化身体属性之后，用技能隐身术进行偷袭。不愧是精神力为8的森林哥布林，有脑子，但又不是完全有脑子。不过也足以凭蛮力碾压蜘蛛妹了。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应该差不多是你死定了之类的垃圾话吧。老实说，我现在还真不知道怎么对付。不过我早就已经启动了回城卷轴，拜拜喽。回城卷轴毕竟1分钱1分货，我只是设定了传送没人的地点，没想到会来这里。小鸡姐姐，有人往这边过来了，你快躲起来！这里是玩家据点，之前你大出风头，抢了不少怪物的人头，让其他玩家发现了，估计会有不少麻烦。这次遇到的森林哥布林萨满还真是厉害，现在不是他的对手，得努力想办法变强。不过现在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宝箱再说。不少人家都探索归来了呀，有机会兑换厉害点的武器了。这个人精良的装备自然是靠剥削队友积分买来的，不过他锻炼的速度真的很夸张，妥妥的天才。然而还是比不过你的升级速度，谁让你只专精精神属性呢？我更在意是陆可期，这家伙居然剥削队员的同时，还能让队员死心塌地的追随他。如果不是面板提示这人心机很深，只怕我也会被他骗了呀。不过有光鲜亮丽的，自然也有黯然消亡的。好心人，我现实里有好多套房子，400箱现金，等回去之后我都送给你。我还可以安排你高官厚禄，只要你给我积分。沉溺于现实权力与财富的人，梦碎之后也不愿清醒，毕竟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不去探索猎物，还想着自己现实里多有钱多有权的人，只能说活该这个下场了。很好，没有人跟着，毕竟魏凯已经下地狱了，其他人压根儿不会在意不起眼的我。可以开宝箱了，希望能来一个提升战力的好东西，最好是能提升精神属性的道具，只要能升到等级2，蜘蛛妹没准就能干翻那萨满了。开启，武神把道具稀有度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紫、金、红5个等级，商店里最多就卖蓝色优秀品质的道具。嘿，我这一下子就开出紫色稀有品质道具了。紫色稀有品质取代药丸，能够让服用者变成另外一种存在，属于等级5的幻术系效果。之前遇到森林哥布林萨满也才等级1，这药丸甚至能骗等级4的存在，关键是能够维持24小时。这么说来，
岂不是可以变成森林哥布林混入队伍，然后狠狠嘎那萨满的腰子？不过，要扮演森林哥布林，得解决语言问题啊。购物小助手，有没有用来跟森林哥布林交流的道具啊？已收到客户要求，展开推荐列表。翻译糖豆，服用之后即可与森林哥布林流畅交流的糖豆，1粒糖豆持续24小时。这次的推荐又准又快啊！怎么感觉这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已经摸清楚我的癖好了？是否购买？既然人在据点，当然是白嫖一下助手的商品推荐功能，然后直接去商城买。斥候出动，寻找那个杀死了大量同胞的仇敌，发现他，立刻用号角报信，等待其他人支援。遇到其他人类直接杀死，不要浪费时间收集战利品。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我等的种族仇敌。杀死仇敌！杀死仇敌！好像有惨叫声。去朝那里探索的时候，他好像在被追杀。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发现森林哥布林仇敌了，他在追杀我，快请求支援！赶快吹响号角！跳！我们的仇敌，那只可恨的蜘蛛和它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刚才我在那个方向发现了他们。这么多森林哥布林，完全不怀疑我的身份，这个取代药丸的效果还真是厉害。果然，融入海里的水才是最不起眼的。那个地方可没有适合设陷阱的地方。骑兵队追击，不要放过他！用脑子想都能知道，萨满秘术的强化持续时间有限，这萨满不可能时刻保持强化 buff。他现在以为你是他的属下，不要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哦。你和他相距7步，7步之外你的镰刀快，7步之内你的镰刀又准又快。现在他身上没有强化 buff， 而且对我完全没有防备。萨满大人，对于那个人类，我还有一件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有什么话快说，别耽误本大爷追杀种族之敌。你之前的一锤之仇，就用你的脑袋来偿还。怎么可能？为了伟大的萨满报仇啊！鼓舞士气，解决了小头目，剩下的喽啰就好办了。新学会的职业技能鼓舞士气，还真是好。越来越期待第3个职业技能会是啥了。可惜得5级才能解锁。我们所有森林哥布林身上都有大萨满代行神明降下的祝福。你已经杀了够多森林哥布林了，再杀了我们，神明的诅咒会缠上你的。骗鬼呢？还有这种诅咒？你已击杀此次森林哥布林联合部队的首领，成功挫败了这次围剿，达成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终极。奖励阿加莎的宝箱，紫色稀有品质。成就森林哥布林之敌终极已生效。你的恶名从3岁小森林哥布林到10岁成年森林哥布林，无森林哥布林不知，无森林哥布林不晓。你已经被森林哥布林大萨满视为头号大敌，更大的要来了。等等，难道说森林哥布林对我越来越高的仇恨值就是诅咒？大萨满一听比普通萨满厉害，少说也有2级吧。这么下去不行啊，干脆想个办法，把这群森林哥布林都斩草除根吧。哎，他好像怕了。我们能活下去了。喂，接下来我会把你们2个分开，分别审判。如果对比结果出现了差错，后果你们可以自行想象。你们的聚集地在哪里？大萨满是不是住在聚集地里？知不知道他的实力？
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还是想杀了我们？这家伙真的是森林哥布林之敌呀！只要你们老实回答，我会给你们一个痛快的。你们不用害怕，毕竟我又不是什么恶魔呀。鸡。部落里，森林哥布林种族里的最强者森林哥布林大萨满镇守着森林祭坛。只要森林祭坛还在，森林哥布林就会在森林的各处不断生出。哦，这是主线任务，摧毁森林哥布林雷霆部落和祭坛。古神所谓的探索狩猎任务，果然不能简单视为普通的杀怪的，而且居然还能将任务分享给其他人，这就有意思了。大姐，我们这是去哪里啊？森林哥布林数量庞大，而且单兵素质极高，我们这些人就算团结起来，但没经过系统训练，也未必能在集团战斗上占到便宜。我先前遭遇过森林哥布林骑兵，那些半人马显然是被奴役折磨的奴隶，而不是真正驯养的坐骑。所以我推测，这里除了森林哥布林部落以外，还有半人马部落，这两个种族是敌对的。现在陆可奇他们正在努力聚集更多的人，并且进行训练，确保战力。而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就是找到半人马部落，想办法说服他们和我们一起对付森林哥布林。这么说来，我们的任务至关重要啊！因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森林哥布林之敌，雷霆部落的大萨满发出召集令，其他部落纷纷派出代表前往雷霆部落。Go， 你是哪个部落的？怎么独自一个在游荡？哥，我是猛禽部落的猎户，也想去雷霆部落瞻仰一下大萨满的威仪。按理说，混在这群森林哥布林里一起去雷霆部落，应该能够轻易混进去。但是，怎么会出现这种鬼东西？是的，你没看错，这是一只好色的森林哥布林，他想和你玩游戏。虽然他级别比你低，可是总属性比你高，软饭王天赋在这种情况下也有效的。
小弟弟，你睡着了吗？原本忍一忍这货的视线就算了，丫的居然还敢夜袭，我不能忍了。小鸡姐姐，准备动手。得选个好的角度啊，别把血溅在我身上。我去，什么情况？难道说有玩弓的古神战士在远处狙击这里？这技术也太强了吧！难道说是那些排行榜前几名的猛人？替代疫苗还没有到失效时间，就算我说自己是人类，恐怕也不会得到信任。不过换句话说，就算暴露了蜘蛛妹和我有关，攻击者也不会想到蜘蛛妹的主力是龙靠。小鸡姐姐，敌人是弓箭手，而且藏在暗处，我们先撤。剑还能拐弯，而且一剑消耗了防护罩2%的能量，这绝对是某种强力技能。这个弓箭手已经锁定了我，除非使用空间传送那样的手段，否则是甩不掉他的。虽然为了潜入森林哥布林部落后确保能逃生，我确实买了一张回城卷轴，但是现在用在这种时候，未免也太浪费了。小鸡姐姐，是怎么能还没打就认输呢？我还有手段没用呢。小鸡姐姐，准备好，鼓舞士气。怎么回事？对方的攻击停止了。攻击我们的居然是一只半人马娘？难道说……不行，森林哥布林敌人，森林哥布林杀！可是孩子，他显然是憎恨着森林哥布林的，但是没想到你软饭王天赋带来的爱意，居然能抗衡他对森林哥布林的恨意。不过他仍然在犹豫，一旦他做出决断，这半人马娘虽然体质差，但敏捷居然比蜘蛛妹还高，直接达到了1级的极限。他的态度来回变化，这可不是好兆头。鬼知道森林哥布林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被迁怒杀掉，那我可太冤枉了。翻一堂道也有半人马口的，稳妥起见，花一次远程购物机会，一口气兑换10颗吧。还好这种糖豆效果不会相互覆盖，而是同时起作用，不然这太浪费了。哟，人马姐姐，听我解释。你同族？呀，我也是半人马，我是被森林哥布林恶毒的诅咒变成这副样子的呀。茵茵，你同族也是被害者？虽然你扯的理由很蹩脚，但他已经相信你是他的同族了。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呀！这提示面板真是不会说话，抱大腿的事能叫罪孽深重吗？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恶毒的女森林哥布林萨满杀害了我的家人，还把我变成了这副样子。她把我抛在荒野，想让我被那些外来者狩猎，陷入绝境。哟，但是我选择忍辱负重，混入了一支森林哥布林的队伍，想要进入部落找萨满报仇。没想到半路遇见了你。茵茵，这时要坚强。这头半人马天生就说话断断续续，和他交流着实有些麻烦。好在已经摸清楚他的性格了。他是和我签订了契约，一直照顾我、保护我的小鸡姐姐。我的报仇计划也需要他出力。感谢你善良。相较于蜘蛛妹的护食警惕，半人马倒是性格爽朗。毕竟他们对我的好感都不同，蜘蛛妹深爱着我，而半人马只是比较同情可怜我，倒是可以考虑一起行动。既然他和森林哥布林有仇，正好可以利用。哟，人马姐姐，既然我们都要对付森林哥布林，不如我们一起行动吧。最好能把姐姐你部落的族人也聚集起来，毕竟人多力量大。人马姐姐，喂，这个反应，难不成他的族人都遭到森林哥布林的毒手了？茵茵，
没了，家人、朋友、族人都没了。我去，原本看到森林哥布林骑着半人马，就怀疑两个种族的战争，森林哥布林占尽上风，结果现实居然是半人马已经被灭族了。嘤嘤，人马姐姐，你不是说过吗？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就越应该坚强起来。为逝者报仇。我虽然因为诅咒变成这副人人喊打的样子，但也因此能混入森林哥布林的部落。如果从内部发动攻击，一定能做成大事。你说是不是，人马姐姐？内部弱点。小鸡姐姐可以藏在我的影子里，跟随我混入部落毫无压力。哪里？入口，我也进。小鸡姐姐是因为和我缔结了契约，所以能这样跟随我。人马姐姐要想跟我一起混入森林哥布林部落，恐怕得用别的方法。这个方法恐怕会让你有些难受。人马姐姐，你愿意忍耐一下吗？为报仇，愿意。那就带上这个，伪装成我的奴隶吧。这是奴役、抹去、心智、诅咒、神马姐姐请放心，这件邪恶道具的诅咒力量已经消失了。这是个纯粹的项圈，带上它，你就能装成我的奴隶，跟我一起混进森林哥布林部落。真的没有气息。之前我依靠偷袭先干掉了森林哥布林骑兵，接着试图解开半人马奴隶的项圈，想要他们成为助力。没想到在抹除心智的奴隶项圈被破坏后，一股黑气直接钻入了半人马的脑袋，接着他开始发狂，开始无差别攻击身边的一切。通过属性面板才知道，奴隶项圈被破坏后会自动触发发狂诅咒，没有解咒手段的话，最后只能让蜘蛛妹将他斩杀。我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已经沦为奴隶的半人马没有尝试拯救的必要，直接秒杀就好了。不过触发过发狂诅咒的项圈就彻底失去了力量，只是普通的项圈了。我从死去的半人马身上回收了这些项圈，原本想着如果能找到半人马部落，可以跟他们交手，带一队假奴隶混进森林哥布林部落大闹一场，没想到最后只有一个项圈能派上用场。在正式潜入之前，得商量不少事，先确认一下这人马的名字吧。对了，人马姐姐，你叫什么名字？米娅。看来半人马种族的命名方式应该更接近西式。既然现在我要伪装成同族，那就不能在名字上有违和感。原来是米娅姐姐啊，我叫林。接下来我们一起潜入森林哥布林部落，你得扮演好奴隶，那种被抹除心智呆愣的样子。报仇，潜入，好好扮演。呆路，这演技恐怕得调教一段时间，希望我的取代药丸储量还能撑得住。好，外来的森林哥布林都听着，想进入雷霆部落，得向大萨满献上敬意。我是大萨满最信任的人，我会把你们的敬意传达给大萨满。大只，这是我的敬意。我家里正好缺这种东西，你很不错，进去吧。狗大只，我们实在是穷，这些是我们最值钱的东西了。不过我们对大萨满绝对充满敬意。疯子，这种垃圾配得上大萨满吗？你这是对大萨满不敬！把这个不敬大萨满的罪人拿下！是。大只，求求你饶恕我丈夫吧！求求你放了爸爸！我家里正好缺2个女奴隶，想让我放了她也不是不行。队长，又有逃难的来了，这次的还带着半人马奴隶，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
种族之敌出现后，其他部落的富豪为了安全，不得不投奔雷霆部落，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啊！排好人马娘看着傻，其实还算聪明，只调教了1天，就能演得有模有样了。再消耗1天，赶路来到部落，我现在还剩6颗取代药丸。哦，全部例行检查。没想到吧？初次见面的守卫居然也会敌视你。雷霆部落的守卫觉得自己高你一头，认为你就是其他部落来的乡巴佬，要狠狠剥削你一番。这些家伙也是被狠狠剥削的乡巴佬吗？森林哥布林的规模这么小，居然也能整出这种花。好在我早有准备，现在服用的替代药丸，取代的是那个森林哥布林使者。Go， 这位老哥，我其实是……大萨满说了，因为种族之敌出现，大量其他部落森林哥布林来这里避难，必须认真排查，禁止低贱的平民踏足雷霆部落高贵的土地。低贱的平民啊，还真是，有智慧的种族就必然会发展出阶级不平等啊。贱民也有怒火，这守卫居然敢骂你贱民，不能忍啊，不能忍！建议打脸回去，参考森林哥布林标准，根据打脸程度奖励积分，打得越狠积分越多，最低奖励20积分，最高奖励30积分。居然还能有打脸这种任务啊！怎么感觉进了森林哥布林部落以后，触发的任务描述有点怪？你这半人马奴隶不能直接进去，要交税。我奴隶发呆就行。狗，看你奴隶的样子，不是用来战斗的，而是用来享乐的呢。既然如此，为了让你在逃难以后还能享乐，税款100古币，很合理吧？贪婪、自私、狂妄，还真是简单易懂的家伙呀。不过我早就准备好对付他的方法，正好还触发了打脸任务，这下能一举两得了。Go， 我是雄狮部落的使者，雷霆部落的大萨满跟我可熟了，我劝你们不要不识好歹。能成为部落使者的森林哥布林都是贵族，天生高贵。如果他真的和大萨满有关系，那我岂不是？其他部落的使者有什么了不起？乖乖交钱，否则就没收你的奴隶。蠢货，给我闭嘴！使者大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没想到使者大只驾临，大只请莫见怪。看来他真的信了你是使者，毕竟脑子里一半是贪婪，一半是无耻，容不下智力，一个信物就足以取信他了。Go， 这些家伙是跟我一个部落的，让他们跟我一起进去。Go， 没问题，一切都听使者大只吩咐。还不快放了他们！非得本职催你们吗？Go， 感谢使者大只，赞美使者大只。奇怪，我亮出使者身份帮助平民化解危机，这一套操作放在小说里足够打呀，怎么没提示完成任务啊？等等，参考森林哥布林的标准，难不成必须得物理打脸？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使者，上来就殴打部落守卫，这不就是妥妥的外交事故吗？在不清楚森林哥布林对待这种事的做法前，作死也没这么作的呀。Go， 我来这里的事，你不必向大萨满汇报，我会亲自去拜访他的。Go，小的明白，请使者大只放心。算了，反正也是个文字腿奖励的小任务，放着不管也没关系。雷霆部落是森林哥布林最大的部落，整个部落根据地势高低分为3层，最底层居住的多是没有战斗力的平民森林哥布林，这些哥布林负责部落里的大部分工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为部落奉献了一切。而第2层是拥有战斗力的森林哥布林士兵的住所。至于最高的第3层，居住的自然是森林哥布林中的贵族，无需劳作就能享有一切。传说贵族森林哥布林因为体内流淌着始祖哥布林之血，所以精神力都比一般森林哥布林要高。
能够掌握森林哥布林一族匪夷所思的咒法，力量延伸出来便是权力。森林哥布林部落都由出自贵族掌握了咒法的森林哥布林萨满统治。和其他部落不同的是，雷霆部落贵族区最中心的神殿，便是这个世界森林哥布林一族的起始，那是地位最崇高的大萨满的住所。到神殿圣殿，千人面戒，就算你是使者大支，也不能擅闯。大萨满说了，等所有部落使者到齐了，他会召集你们商量如何对付种族之敌的。就算我亮出了身份，也是这个态度吗？看来之前那使者说自己熟识大萨满，完全是吹嘘啊！还好刚才没太嚣张，不然就爆了。也罢，好歹混起来了，使者身份也不算低，再找别的办法接近大萨满吧。还好之前那个森林哥布林使者一直在吹嘘，说他在雷霆部落的别墅很大，邀请我去他家看看，说了一堆，不然还真不好找到这个地方落脚。哟，米娅姐姐，这里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住所，装成奴隶辛苦你了。不累。底层森林哥布林也可怜，林帮助善良。毕竟我们最大的复仇目标是森林哥布林大萨满，那些普通森林哥布林是无辜的。这人马娘还真是天真，居然连自己的仇敌种族都同情。我帮助那个森林哥布林家族可是另有打算。对了，小鸡姐姐，先别急着设置陷阱，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原本的计划是假冒使者，邀请大萨满来家中做客，然后给他腰子一刀，让部落群龙无首，彻底大乱。呼啦，捅他腰子。然而进入部落之后，从种种迹象来看，使者的地位虽然比一般森林哥布林要高，但完全比不上大萨满。就算发出邀请，大萨满也不会来。虽然作为使者，正规手段也能见到大萨满，但是那个情况下，大萨满身边肯定守卫力量充足，无法确保杀死大萨满。所以我打算换个思路，先让部落乱起来，然后趁机嘎了大萨满的腰子。米娅姐姐，小鸡姐姐，这是我接下来的计划。这就是森林哥布林的集合广场，只要敲响这里的先祖战鼓，整个部落不管手头在忙什么，都得来这里集合。按照部落规矩，只有发生紧急事件，需要动员整个部落或者大萨满下令，才可以敲响先祖战鼓。什么只在敲先祖战鼓？快拿下他！队长不能乱来，那只可是雄狮部落的使者，是天生高贵的大只啊！发生什么事了？种族之敌杀进来了吗？好在我的身份是其他部落使者，就算守卫被惊动了，第一时间也不敢乱来。话说，在森林哥布林语言里，是用大只来称呼上位者的吗？可千万别是大萨满下令要把我们驱逐出去啊！大半个部落的森林哥布林都到场了，可以开始了。Go， 同胞们！我是来自雄狮部落的使者，我要宣布，今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个敲鼓的森林哥布林好面生啊！怎么没见到部落的萨满？难道不是大萨满召集我们吗？我在梦中得到了始祖的启示，我今天是代表始祖来引导你们消灭那种族之敌，并且让所有森林哥布林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伟大的始祖启示。真的假的？同胞们，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身为平民的同胞们，你们是否发现自己分配到吃的越来越少，工作却越来越多？身为战士的同胞们，你们是否发现，不管自己如何努力战斗，杀死那些异族，战功的奖赏都无法补偿你在战斗中流淌的血汗？你们可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我知道，都是因为种族之敌。够，大错特错。够，哪里错了？够，造成这一切的不是种族之敌，而是不公平，是我们的部落内部出了问题啊！够，好复杂，听不太懂。不公平是什么？可以吃吗？够，可是大萨满不是说问题都是种族之敌带来的吗？够，今天吃什么呀？我的演讲，山洞里应该不弱才对。是我高估了这群森林哥布林的脑子吗？他们没理解我的意思，甚至有的注意力都没放在我身上。还好小助手的提示光屏，其他人看不到，当着森林哥布林的面，我也能偷偷购物。小助手，我需要能增强说服力、煽动群众的道具，最好在50积分以下的。对不起，不存在50积分以下的此类道具。去掉价格限制，越便宜越好。不对，你就选最便宜的。简易扬声喇叭，当使用此喇叭演讲时，你的交涉技能等级上升1级，最多提升为交涉5级。未装备交涉技能的情况下，使用此喇叭视作你拥有交涉0级，你的话语将能更加轻易地挑动其他生物的情绪。靠，就这么个玩意儿，需要70积分，除了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什么用都没有啊！和宝箱开出来的紫色稀有道具差远了，我上哪儿去凑剩下的10点积分啊？喂，在胡闹什么呢？部落守卫在此维持秩序，所有森林哥布林不许乱来。等等，是他，那个触发了物理打脸任务的森林哥布林守卫。我来之前向其他萨满打听过了，大萨满根本不认识雄狮部落的使者，嘿嘿，识相的就乖乖。够，来的正好，够，吃我打脸一拳，够。打脸任务完成，奖励20积分。不愧是我，这一拳可以说完全没有造成伤害，但是物理打脸的任务还是判定完成了，虽然是最低奖励20积分。你这家伙怎么敢在先祖广场动手？原本看在你是使者，只打算要你点钱，现在我要杀了你！够，住口，无耻老贼！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由自主停下了？你身为部落守卫，不思保卫部落，一心敛财，每个出入部落的同胞都要向你交钱，饱受你的压榨，行为卑鄙无耻，同胞们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哪来的脸当这个部落守卫？有道具强化煽动能力后，效果果然立竿见影。黄泥，你就是个没棍子的混蛋！我说的没错，黄泥，你这家伙不配当守卫。虽然黄泥这蠢货是靠卖老婆才当上部落守卫队长，平时各种欺负贱民，现在被贱民反噬，但他毕竟是我们提拔上来的，要不要帮他一把？我们把他革职，换个新的守卫队长，既能让贱民对我们感恩戴德，又能多收获一个女森林哥布林奴隶，岂不是更好？你们疯了吗？居然敢反抗我！信不信我杀了你们？我们数量多，不怕你。先祖广场之上，任何森林哥布林不得闹事。都让开！大萨满的继承者，年轻一辈最出色的萨满，巨牙大指驾到！因为酒色掏空了身体，这只哥布林萨满真的很弱鸡，懒得分析怎么杀他了。不用提示，你也能想出9种方法弄死他吧？来的不是大萨满吗？想来也是，好歹是个管理1000人部落的最高首领，哪可能这么简单就引出来了？巨牙大只，我是负责维持秩序的守卫，闹事的是那个家伙。你是哪个部落的？竟敢在这片伟大始祖祝福的土地上蛊惑同族！
我乃是雄狮部落聆听伟大始祖圣谕的圣者，让森林哥布林一族再次伟大的开拓。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有我的无名者。不过这个被酒色掏空的顽固萨满，听起来地位很高，居然还是大萨满的继承人。哼，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啊。哎，虽然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感觉他比巨牙大只厉害多了。我比你厉害，我现在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了。总觉得这个森林哥布林好有气势，简直是世界上最帅的森林哥布林。孩子他妈，你以前不是说我才是世界上最有气势、最帅的森林哥布林吗？同胞们，伟大始祖给我降下了神谕启示，他告诉我，所有森林哥布林都是他的后裔，他公平地爱着我们每一个森林哥布林。伟大始祖让我告诉你们，每一个森林哥布林都应该是平等的，每一个森林哥布林都有权利自由幸福地活着。这是真的吗？伟大始祖真的爱着我们吗？大胆！你根本就不是萨满，居然敢说自己聆听伟大始祖的神谕！给我拿下他！然而，却有森林哥布林扭曲了伟大始祖的圣谕，制造不公平，伪造出了所谓的贵族，让森林哥布林剥削森林哥布林的现象出现。不能让这家伙继续说下去！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还不快去调动骑士过来！因为不公平，所以出现了无论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让自己过上好生活的苦工。因为不公平，所以出现了没有自由、任打任杀，只是让贵族取乐玩弄的奴隶。因为不公平，所以出现了无度剥削同族、残忍玩弄同族、对待种族没有任何贡献，却能用一族的资源享乐享福的贵族。这混蛋是在诽谤我们，他在诽谤我们呢！这一切不公平，都是因为有贪婪自私的萨满扭曲伟大始祖神谕。想要改变这一切，必须让真正大公无私的森林哥布林担任萨满。给我住口！管你什么无名者！你擅自敲响先祖战鼓，冒犯伟大始祖！骑士听令，将他拿下！嘎！无名者大只珍惜为我们森林哥布林一族说话，你们要伤害他，就先杀了我们！区贱民，居然敢对贵族露出獠牙，那就杀光你们！还有我们！无名者大只说的都是对的，不许你伤害他！黄泥巴，你老娘我也支持无名者大只。你们别被他欺骗了，我们这些贵族都有着萨满的血脉，我们的祖先为部落奉献了一切，我们这些子孙稍微享乐一下是理所应当的。快动手拿下他！队长，我们冲锋吧！先别冲，我老娘就在前面。多亏了部落里那帮贪婪残忍的森林哥布林身居高位，积累了不少阶级矛盾，不然还真不好煽动。不过现在愿意站出来，只有底层森林哥布林和一些女性森林哥布林。能作为战斗主力的那部分森林哥布林还在观望状态，这个局势还不足以把他萨满拉下马，得想个办法点燃这群森林哥布林心中的怒火。有了！同胞们，请听我说，我愿意投降，请萨满巨牙将我关起来吧。无名者大只，你为什么要投降啊？我来到这里，是希望能给同族们带来公平，带来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大家要为了保护我而和同族互相争吵、互相伤害，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我愿意主动受缚，我愿意背负种族之罪，让同族们获得救赎。只要大家能够记住今天，记住要消灭不公平，我的牺牲就不会白费。无名者大只竟然为了我们这么做啊！他真的不哭死！带我走吧。
巨牙，我警告你，不许伤害无名者大志，不然我们跟你没完！可恶！今天我就要杀了大志。如果直接杀了他，众怒难犯呐！把他关到腐朽大牢里，等解决了种族之敌后，大萨满自然会对他有公正的审判。我劝你们安分一点，否则大萨满怪罪下来，就算是贵族也要受罚。带走。很好，局势尽在掌握之中。拿下这处森林哥布林的据点，在这里建立阵地，就可以养精蓄锐，准备进攻森林哥布林的大本营了。陆大队长，于敏队长回来了。哦，他们找到援军了吗？嘿嘿，他们要是回来的再晚一点，我们怕是已经靠自己的力量攻破森林哥布林部落了。很遗憾，我们找到的只有拜仁马部落的废墟。从种种残留的痕迹推测，这个种族早就被森林哥布林消灭了。感情这里的森林哥布林这么厉害，在我们来之前，居然已经战胜了一个种族。这下没援军了。怕什么？没援军就没援军，我们可都是得到了古神强化的战士，难道会怕区区的森林哥布林吗？虽然精英可以做到正面单挑击败森林哥布林正规士兵，但我们这样的精英太少了，一旦和森林哥布林大军正面交锋，陷入以少敌多的状态，很难确保安全。提升属性只能靠锻炼术日积月累，强化道具则有等级的限制，这意味着一个人就算有再多的积分，也没法在短时间内迅速变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接下来的作战策略得修改一下了。没办法了，只能号召有多余积分的人分一点给没积分的人，提升古神战士的整体实力，这样才有可能战胜森林哥布林大军。各位，我认为我们可以互帮互助，用集体积分把所有的古神战士都武装起来。我身为主导者，自然得主动割肉作为表率。希望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古神给的奖励对得起我现在的付出。去门口看着，千万别让那些没棍子的蠢货靠近。另外，不管听到多大的惨叫声，都不用管。大志放心，我也看着混蛋不爽。我家那个还叮嘱我要好好照顾他。我呸！这不是萨满巨牙，你怎么才来？我可是一直期待你来看我。大萨满已经得知了你的行为，决定在消灭种族之敌后，代表伟大始祖当众处死你。我虽然不能现在杀了你，但是却可以折磨你。你现在还期待我来吗？当然期待了，毕竟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么配合，让我省了好多麻烦。你就趁着现在得意吧，接下来我会让你喊破喉咙的。小鸡姐姐，动手！鸡，这是，我还活着，不要杀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家有最贵重的贝壳，不管多幼小的奴隶都可以供你享乐。求求你，奴隶闹出动静，只要能惊动外面的守卫。嘘，安静。我是不会杀你的，因为我需要你做我的替身。毕竟我这个为了大义而主动受缚的森林哥布林，若是越狱，就等于是承认有罪。这个道理你懂吗？小鸡姐姐，把它挂起来吧。米娅姐姐，你的弓箭还有我身上带的一些东西都被看守收走了，应该被保存在隔壁一堆杂物的房间，麻烦你去找一找。没问题。真是愚蠢的小智，就算拿我代替他关押在这里又如何？看守是认识我的，一下子就会暴露。虽然在我看来森林哥布林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
但是为了避免看守发现区别，干脆把你打得连你老母都不认识你吧。鸡，巨牙萨满折磨那该死的无名者的动静可真大呀，估计连咒术都用上了吧。我看那个无名者可不爽啊，居然敢挑唆那群贱民反抗，只可惜我能亲眼看他怎么受折磨。这只森林哥布林好像中暑了，没法医治，不如把他的装备毁伤了吧。这一式，看来得把这货身上的东西都扒下来才保险啊。小姐姐做得很好，现在他的手脚断了，嘴巴被堵住，身上的东西也被扒光，可以确保没森林哥布林能认出这是个替身了。还有机会的，其他森林哥布林肯定很快就能发现我不见了。只要能撑下去，只要能撑下去。哦，对了，我这个人心善，见不得你怀着希望苦等，最后希望破灭的惨状，所以就提前送你绝望吧。他在说什么？这种气息是种族之敌，种族之敌竟然能随意变成我的样子，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这是噩梦，我一定是在噩梦。吓不到我的，这一定是噩梦。很好，让这家伙精神崩溃，应该不用担心他施展什么闻所未闻的咒术来和看守交流，澄清自己的身份。根据属性面板，那个森林哥布林的敏捷属性被装备强化了。这森林哥布林身上除了这东西，就没有其他项特殊装备的。既然是他自己带着的，也就不可能是诅咒道具。我就先带着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敏捷完全没变化，倒是精神属性，因为这次兑换了蓝色优秀品质的锻炼术，经验增长变快不少，已经快升级了。哎，小姐姐，这场合不太合适吧？这是看上了挂坠。小姐姐，你想要这个啊？那我就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小姐姐，反正我自己带着，就当增加好感度的小道具送了吧。人靠衣装，马靠鞍，魔物当然就得靠魔法道具来强化。这次的魔法道具是挂饰蓝卫的装备，小心，对他而言，这可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哦。这个道具居然是魔物专属，难怪我戴着没有效果。这装备能强化蜘蛛妹1点敏捷，换算成古神道具，起码值100积分。不对，要知道古神的兑换商店里虽然也有各种强化道具，但只有古神战士才能用，而且还没有强化精神的装备。从我的强化路线来说，给蜘蛛妹强化身体属性，可比给我自己强化值多了。这一进一出，赚大了呀！之前实验过，蜘蛛妹可以携带道具进出我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蜘蛛妹能随时掏出镰刀。原本以为最多只能携带一只手能握住的东西，现在看来，除了手里拿的，蜘蛛妹身上还可以佩戴一些特殊装备。要是有那种资源口袋的话，蜘蛛妹完全可以当我的随身仓库。小鸡姐姐，麻烦你继续保管替代药丸，回来吧。不得不承认，替代药丸在对付低级魔物的时候真的相当花拳，可惜只能替代成自己见识过的存在，不然直接整个森林哥布林伟大始祖显灵，完成任务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我找到，你是？辛苦你了，米娅姐姐。哦，我是林恩，刚才我的诅咒又发生变化，所以变了个样子。诅咒真可怕。好了，米娅姐姐，这里空气怪压抑的，我们还是快出去吧。好。我已经审问完毕，无名者已经承认他罪大恶极，接下来不管他闹出什么动静，你们都不用管。此外，禁止任何其他森林哥布林探望，以免有家伙替他疗伤。嘿嘿嘿嘿嘿，巨牙大只，请放心，这种与我们贵族作对的罪之，就该让他好好受苦。这是经过了一番友好交流，那家伙主动献上这人马奴隶讨好，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不愧是巨牙大只，
让囚犯服服帖帖。我接下来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巨牙大只慢走。我都说了，不要那么深入，你们偏不信，这下死定了。我还没谈过恋爱，我还是处男呢。你闭嘴！要不是你临阵脱逃坏了阵型，我们小队怎么可能撑不到援军到来？杀了他们！慢着！哎，这不是巨牙大只吗？您怎么来了？原本是来这里煽动那些森林哥布林战士的，没想到居然撞见了处理人类俘虏的场面。人马良心地善良，接受不了这种事。为了好感度，还是出手吧。这些家伙是怎么回事？报告巨牙大只，我们的小队在部落附近巡逻时，遭遇了一群两脚怪。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后，俘虏了2只活着的两脚怪，准备献祭给伟大始祖。其他的古神战士居然也已经探索到雷霆部落附近了。这位哥布林大人，你一看就通情达理，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愿意做奴隶。我知道古神战士扎营的地点和守卫情况，我可以为你们带路啊！林耀天，你他丫的想做什么？你想背叛古神战士联合队吗？去你丫的联合队！陆可七不过就是给了我一点积分，就想让我为他卖命，他以为我是傻子。陆可七那家伙居然搞了个联合队，而且还主动给弱者提供积分，让他们强化，不像是他的风格呀！你这白痴！你投靠森林哥布林，难道就不怕主线任务失败，主神把你抹杀吗？那我拉那么多人垫背也值了。莫非是陆可七发现主线任务，要对付整个森林哥布林部落？从外面正面强攻的话，只有联合大部分古神战士，才有可能抗衡森林哥布林大军，所以忍痛割肉。这位森林哥布林大人，我真的很有用的，求求你饶我一命吧！你还真是傻子，森林哥布林听得懂我们的话吗？不过人数一多，各种臭鱼烂虾也就涌现出来了。杀了我吧，我绝不会投降的。虽然没脑子和没骨气的都是废物，但是大萨满有神谕，最近出现的种族之敌和这些两脚怪都是同类，所以需要我收集两脚怪做诅咒素材。能成为大萨满施展诅咒的材料，是这些祭品的幸运，相信伟大始祖也会接受的。哈哈，把这2个两脚怪送到巨牙大只那里去。明白。这是先不杀，谢谢森林哥布林大人，谢谢森林哥布林大人呐。救下俘虏，真好。两脚怪素材需要一些提前处理，那只一直吵个不停的，一看就是劣质耗材，就先放血，然后埋进土里7天。另一只就给它多喂点吃的，别让它死了。明白，我们会好好处理两脚怪的。接下来该做正事。哦，对了，我来这里其实是有别的事。你们也听了之前广场上那个无名者对大萨满的诽谤吗？你们觉得该怎么处置他才好？那个卑鄙的外来者重伤大萨满，应当让他到伟大始祖面前认错赎罪。虽然他表面恭恭敬敬，但是在心里对你这个抓捕了无名者大萨满爪牙会有不满呢。
毕竟当初的演讲是真的挑动了他的情绪，部落不公啊！放上，如果贵族出现，通知林。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森林哥布林。我之所以抓无名者，并不是反对的，而是不得不遵从大萨满的命令。那老东西也糊涂了。巨牙大只，话可不能这么说。大萨满代表伟大始祖的意志，他一定是为了我们好的。要想争取这群森林哥布林战士的支持，还真不简单呢。还好，我早有准备。这是我从无名者大只手上继承的圣器，每每看着它，我就想起了无名者大只，想起伟大的他选择献身的那一幕。底层森林哥布林的辛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与此同时，再看看那些贵族贪玩享乐，只觉得这个部落真的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啊！巨牙大只居然是真的认同无名者大只的吗？你的演技很不错，这家伙认为你是同伴了。可是知道部落病了又如何呢？无名者大只站了出来，结果被关进腐朽牢狱。巨牙大只，你贵为萨满，也无法违抗大萨满的命令。我这种普通战士就更没用了。我们根本改变不了这个部落，毫无希望啊！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巨牙大只，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在牢里探望了无名者大只，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认为这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很有教育意义。假如有一个巨大的死亡诅咒魔法阵，毫无破绽，且万难摧毁。死亡诅咒魔法阵，听起来好可怕。在魔法阵里有许多沉睡的同族，不久就要被抽干生命力，化作枯朽尸骸。然而他们被施了沉睡魔法，纵然被献祭，也不会感受到死的悲哀。这时，一只森林哥布林出现在了魔法阵外，只要他努力大了，就能唤醒少数同族，让他们尝试自救。但是自救成功的可能性很低。然而一旦自救失败，被他唤醒的同族就要承受活活被抽干生命力的痛苦。如果说你们遇到故事里的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唤醒他们，可万一自救失败了，反而让他们更痛苦。搏一搏，至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万一失败了怎么办？那可是能抽干生命力的可怕魔法呀！巨牙大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呢。你还是告诉我，故事里的森林哥布林是怎么做的吧。那个魔法阵外的森林哥布林，从外面闯入了魔法阵，不是在外面看着呼喊，而是决定与同族命运与共。他亲自动手，一个个唤醒同族，让他们都醒了过来。最后，依靠着全部森林哥布林的努力，破坏了那个死亡诅咒魔法阵。这种事真的可能吗？无名者大致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根据遥远国度的一个伟大种族的真实事例改编的。他希望借此表达的意思很简单，不管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不去做的话，就是毫无可能。不管可能性多小，只要去做，就存在着希望。无名者大只就是那位主动走入魔法阵的森林哥布林，他已经唤醒了我，我愿意对着这件圣器起誓，继承他的意志，唤醒其他人。你们呢？巨牙大只，我们愿意追随你。既然我们要消灭剥削和压迫，那代表地位的大只也就不再用了。参考那个遥远国度，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达瓦利西。达瓦利西。就这样，通过我的煽动之后，以这一对森林哥布林守卫为起始，死亡魔法阵的理论开始秘密流传在部落的中下层。再见，达瓦利西。再见，达瓦利西。
多亏了简易喇叭，这2天时间，大半个部落的森林哥布林战士，还有底层的平民森林哥布林，都成为了达瓦里西。接下来，只要找个契机，发动兵变。巨牙，你知不知道你犯下大错了？哦，你竟然下令禁止我们看望无名者大支，你罪大恶极！你扮演了萨满巨牙，捉拿了他们的好爹爹，他们恨死你了。怎么感觉这提示内容幸灾乐祸的？事情是这样的，请听我解释。等一等，或许巨牙他有苦衷呢，说不定他是被大萨满逼迫的呢。真不愧是你，因为软饭王的天赋又上向了，所以他在明知道现在的你抓到他仰慕的你之后，依然对你抱有好感，费尽心思为你开脱。这确实是我抓了我。仔细想想，巨牙大支确实不是那样的森林哥布林啊。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啊！诸位，这里不适合谈话，我们换个地方吧。我原本也打算从女性森林哥布林入手，制造契机，现在正好。于是，在我声情并茂的解释之下，这些女性森林哥布林都愿意相信我是迫不得已的。巨牙大支，你真的太不容易了！你明明也想保护无名者大支，却被大萨满那样逼迫，太惨了。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该怎么救出无名者大支，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只有一个方法能用了。真的吗？到底是什么方法？大萨满之所以下令捉拿无名者大支，完全是因为那些森林哥布林男贵族造谣抹黑无名者大支，让大萨满做出了错误的判决。所以想要救出无名者大支，就应该让大萨满知道他错了。没错，大萨满的判决是错误的。可是要怎样才能告诉大萨满呢？你们可以敲响先祖战鼓，在部落所有森林哥布林面前，一起为无名者大支发声辩护。可是如果我们发声的时候，那些卑鄙的男贵族来捣乱怎么办？我去说服那些贵族，我已继承自无名者大支的这件圣器发誓，一定会救出他。真是太感谢你了，巨牙大支，让我们一起为了营救无名者大支而努力。在向女森林哥布林们信誓旦旦保证之后，我自然是第一时间去拜访男性森林哥布林贵族们。只是我并不是去说服他们，而是给他们报信。你说什么？那群没脑子的蠢货居然在谋划营救那个替贱民说话的无名者，伙同外敌推翻大萨满。我以这件从无名者手中掠夺过来的战利品起誓，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真是太感谢你了，巨牙大支！多亏了你提前通知，我们才能做好准备把他们镇压下去。大萨满被奸贼蒙骗，无名者大支无罪，放了无名者大支，部落效公平。巨牙达瓦里西，他们也是为了拯救无名者大支而努力，我们真的不用出去声援他们吗？柱子达瓦里西，我们的目的是救人，是消除剥削，而不是同族相残。他们希望用喊话的方式劝说那些剥削者回头是岸，如果能成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出现，反而会让那些贵族以为他们是想以暴力威胁，逼迫那些贵族放弃利益，这样很可能会导致贵族拼死反抗，最后同胞相残，这不好。原来如此，还是巨牙达瓦里西考虑周到。都给我住口！擅自敲响先祖战鼓，聚众闹事，质疑大萨满，你们简直罪大恶极！把他们拿下！怎么会这样？巨牙萨满不是说会为我们说服这些贵族的吗？只要把他们收拾了，底层的贱民看到领头挑事被抓，自然也就会被设伏，就掀不起什么乱子了。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们是伟大始祖的后裔，敲响先祖战鼓是我们的权利。我父亲是前任大萨满的亲信，我们家为部落立过功，我要见大萨满。达瓦里西，怎么会变成这样？该死，是我的错，我还是低估了这群剥削者对权力的贪婪，他们根本就没有为了部落好好谈话的气度。放开那些女孩！跟随达瓦里西！是巨牙大支，巨牙大支来帮我们了。巨牙，
你住口！吃老贼，好手匹夫！我真是错信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是假意答应，实则设下陷阱，想要将同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入牢狱。什么？棒槌，你这老东西居然这么阴险！等等，我不是，你们听我解释。你呀，姐姐，动手！出来！棒槌大师，同胞们，既然我们想要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却想耍诡计，就不讲道理了。跟我一起杀进监狱，救出无名者大志！杀进监狱，救出无名者大志！兵变之火已经点燃，接下来就看那个大萨满怎么应对。释放无名者大志，消灭剥削，消灭不公平。释放无名者大志，消灭剥削，消灭不公平，消灭不公平。巨牙大志，小心！都给我停下！再往前者，杀无赦。是獠牙大志，他是部落最出色的骑兵将军，他不是外出去搜索种族真敌了吗？怎么回来了？管他有多厉害，只要能让森林哥布林内斗起来，都不亏。所以得维持士气。就算是獠牙率领精锐骑兵挡路，又如何？无名者大志让我们觉醒出反抗意识，是不会消失的。我等绝不后退，我等绝不后退。大萨满，不好了！巨牙萨满率领被无名者蛊惑的森林哥布林劫狱，獠牙大志带部队阻拦，但是被蛊惑者太多，一时难以镇压。你说什么？巨牙也被蛊惑了？巨牙可是大萨满最信任的萨满，他怎么可能叛变？你一定在说谎！巨木萨满，我真的没说谎啊！巨木，放开他！大萨满，无需紧张，你老实回答便可。被蛊惑的贱民数量虽多，但应当并无战力，为何獠牙迟迟不能将他们镇压？是因为除了那些底层贱民，巨牙萨满还率领了一批居住中层的战士，还有不少没棍子的贵族也参加了暴乱。可恶！那群蠢货居然听信一个外来者的疯话，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贵族之血。底层的贱民死再多，也能用深渊之门召唤出新的补充，但战士和贵族是部落的基石，要是因为这件事有所损失，部落的实力就下降了。巨木，你立刻拿着始祖图腾过去，要尽可能保住部落的实力，其余的你可自行决定。多谢萨满信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陆队长，好消息！森林哥布林部落正在发生内乱，我们全军突击的机会来了。一队继续放箭，2队冲锋，3队跟上，不要让他们冲破防线！冲啊！救出无名者大志！原本只计划让森林哥布林内斗到元气大伤，没想到这帮森林哥布林联合起来的战斗力这么强，面对精锐骑兵居然都能优势在握。这么说来，或许可以再加把劲儿，直接推翻大萨满，夺了他的鸟位。始祖图腾降临，都给我停手！哦，怎么回事？这些森林哥布林怎么都不动了？始祖图腾代表伟大的始祖，接下来我将代宣神谕。虽然你和他只有几面之缘，但是他对你扮演的巨牙可是恨之入骨。可恶，一个只有血脉的废物，凭什么能继承大萨满？我现在替代的这个身份，还真是拉了不少仇恨。话说回来，这只森林哥布林萨满身上居然也有强化装备。大萨满聆听神谕，提前下达审判结果，无名者无罪释放。太好了，伟大始祖果然是庇佑无名者大志的。无名者大志被无罪释放了。不好，这步棋是想瓦解他们反抗的动机，如果让他成功，我就功亏一篑了。伟大始祖无所不知，绝无错判，你们却在审判结果出来前擅自聚众闹事，太不虔诚。
幸好大萨满仁慈，宽恕你们，速速回家去吧。大萨满英明啊！果然，这些森林哥布林对于大萨满的尊敬是刻到骨子里的。哪怕明知道大萨满做了错事，也只会认定有奸邪蒙骗了大萨满。这种时候，正面反驳只会起反效果。达瓦利西，我们先不要急着离开，可以等无名者大之出来，为他献上无罪的庆祝之后再离开也不迟。让我进去，亲自把无名者达瓦利西带出来。巨牙，不要得寸进尺，大萨满已经宽恕了你们，你们居然还想为一个罪犯庆祝？既然大萨满都说了，审判结果是无罪，你却说无名者是罪犯，你难道在质疑大萨满吗？可恶，你竟敢！巨牙萨满的要求并不过分，我代表大萨满同意了。巨牙，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没有野心、只知道享乐的废物，但没想到你这次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啊！啊，这家伙冷不丁的逼逼什么呢？你平日里扮演只知道玩乐的废物，让大萨满对你毫无防备。其实你一直野心勃勃，在等待时机。这一次，你见外来的无名者挑起了那帮贱民的反抗之心，立刻顺势利用，想要为自己造势，推翻大萨满，支配整个部落，只差一点就能成功了。可惜你的阴谋算计被大萨满轻易化解，而且还反倒让我更加受到信任。感情是以为我阴谋篡权？这格局也太小了。这里动手的话，应该不用担心惊动外面的森林哥布林吧？巨牙萨满，毕竟因为你的叛乱，让我的地位提高了不少。我给你一个忠告，快点离开雷霆部落吧，大萨满可不会放过你们。看来你很喜欢用所谓的忠告对他人指指点点。巧了，我也喜欢给人忠告。我的忠告只给已经死掉的你，往前路上慢点走，可以等到大萨满和你结伴同行。哎，等等，小鸡姐姐，这东西我还打算有其他用处的，不能随便吃啊！巨牙大只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呀？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无名者大只了。巨木萨满偷偷跟我说了，暴乱平息后，这些贱民要上交更多的食物，做更多的苦工，这才对吧？这群女腿子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供养我们上等森林哥布林。至于这群没棍子的贵族，因为他们和贱民为伍，大萨满决定把他们也贬为贱民。到时候原本高高在上的女贵族也得乖乖服侍我们。快看，巨牙大只出来了！哎，快点庆祝完，然后让这群贱民都回家去，这样暴乱就算结束，就可以考虑事后算账了。巨牙大只受伤了，这是怎么回事？老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巨牙大只怀里的是谁？德利西，无名者达瓦利西死了，他是被萨满们的严刑拷问杀死的，他是被这个部落的不公平杀死的。这不可能，除了巨牙，没有其他萨满审问过无名者。巨木萨满呢？他怎么没和你一起出来？打从一开始，大萨满就没有打算让无名者活着，因为大萨满设下的贵族制度，才是这个部落最大的不公平。哼，倒是不笨，还是能注意到这明显的问题的。可惜，我巨牙对伟大始祖发誓，一定要为无名者达瓦利西报仇，推翻大萨满，消灭贵族，消灭不公平。被残酷现实引爆怒火的他们，已经听不进解释。为无名者大只报仇啊！杀死这群维护剥削、维护不公平的虫豸，用他们的血祭奠无名者达瓦里西。别过来！你们冷静啊！这点是明显不对劲。你们别过来呀！哼，果然，死掉的森林哥布林才是好森林哥布林。比活着的森林哥布林有用多了。以死去的先驱者为火星，这一刻，叛逆的火焰终于熊熊燃烧。
跟装备精良、属性强横的森林哥布林骑兵相比，平民森林哥布林很弱小。然而，弱小的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并不会后退，因为无名指化仿佛一束光，已经照进了他们的心中。觉醒的战士也因为巨牙萨死亡魔法阵的理论而被激励，哪怕是死亡，反抗的意志也不会磨灭。我们的背后是神殿，是神圣之地。为了死后灵魂能归于伟大始祖的身边，我们绝不能让这群贱民冲上高地。达瓦利西，大萨满所在的神殿就在前方，曙光就在前方。虽然贵族率领的森林哥布林部队装备精良，但是这边士气高涨，杀进神殿也不是不可能。我只要趁机破坏传送门，就能完成主线任务。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大家跟我上，杀进神殿！那你杀出一个缺口，机会来了！杀！秘术激活了他的全部潜力，哪怕重伤也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只是等秘术效果结束后，恐怕……这是秘术强化，也就是说，萨满出手了。巨牙，闹剧到此为止吧。只要你乖乖投降，我可以原谅你的所作所为。毕竟你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虽然他在 LV1里可以说少有对手，可他还是被替代药丸的幻术给骗了。快说谢谢替代药丸！哦，如果我投降了，我的同伴又该怎么办？哼，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你的部下只是一群贱民，他们根本挡不住神殿卫士的攻势。接下来将会一个个被穿成肉串，以此赎还他们的罪过。允许你一直投降，已经是我身为长辈最大的仁慈。如果你不肯接受，那就随这群贱民一起死吧。虽然不用提示你也知道，就算他认为你是巨牙，可是你动摇了他的权利，他只想杀了你。但是身为提示，就要尽到提示的责任。巨牙达瓦里奇，我们终究不是萨满们的对手，你不要管我们了，哪怕只有你一个人能活下去也好。巨牙，我相信你不是愚蠢如席贝时的森林哥布林，你也不想给这群贱民陪葬吧？赶快放下武器，回到我身边吧。在你眼里，他们是贱民，是底层的蝼蚁，是能够随意消耗的耗材。所以说，在你的角度，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巨牙大师，但是拒绝。在我眼里，他们是同伴，是战友，是达瓦利斯。我们有着同一个理想，我们立下了同一个誓言，那就是消灭这个部落的不公平。都到这种关头了，怎么可能放弃？再煽动一次士气，拼了！大萨满，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绝无第三种可能。达瓦利斯们，无名者大之的血绝不能白流，我们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倒在前行的路上。为了无名者大志，简直就是愚蠢！一群贱民也妄想翻天。大萨满，大事不好了！那是那群没毛的两脚怪聚集了大军来袭，前线部队恐怕抵挡不住，请立刻派援军。这不可能，我们俘虏调查过两脚怪，他们是那么孱弱，甚至连部落的贱民都打不过。没错，前线可是有碎骨将军的大军驻守，怎么可能被一群孱弱的两脚怪攻破？这次我们遭遇的两脚怪跟印象中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有精良的装甲，我们的武器难以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领头的两脚怪甚至能释放诡异的手段，完全挡住了我们的骑射。是种族之敌，这群两脚怪一定就是神域中的种族之敌呀！怎么会这样？种族之敌竟然不是一支，而是一支军队。这种族之敌不是我拿到的称号吗？话说古神战士，他们居然这么懂得抓住时机。陆可期那老阴逼不愧是我的同类，
我有能力啊！大萨满，求求你快派出援军遏制两角怪大军的进攻，不然碎骨将军必死无疑啊！大萨满，当务之急是抵挡强势来袭的种族之敌。我愿意带着追随我的同胞们上前线杀敌，你也必须派出主力部队去支援前线。只要能把支持大萨满的部队全部支开，我就能偷偷溜回来玩斩首了。巨牙这混账，煽动贱民叛乱，现在又表现了一副大局为重的样子。大萨满，巨牙大师，巨牙这叛贼说的有道理，大局为重啊！不行，必须除掉他，宗主之敌必须扼杀。虽然巨牙率众暴乱，贱民杀害了众多贵族，但是在面对种族之敌时，都是同胞，我宽恕你们的罪孽。此外，伟大始祖见证，我宣布部落的新律法：若是底层贱民能够在战场上杀死种族之敌，那他也就能够获得贵族身份。我们居然能成为贵族了！大萨满不追究我们的暴乱啦！老东西当机立断，这一手利益分化很有火候。大萨满，贱民们愚蠢，被巨牙煽动，赦免他们情有可原，但凭什么让他们也能成为贵族？当然，这不是无条件的。巨牙，以上律法想要成立，必须与我进行一场神圣决斗，来偿还你们所有反叛者的罪孽。原来如此，大萨满并不是真的要宽恕那群贱民，而是要借神圣决斗的名义先除掉巨牙呀。只要巨牙这个领头死了，事后再处理那些贱民就简单了。巨牙，你可敢接受我的决斗邀请吗？原来如此，老东西是判断我这个巨牙萨满战斗力远不及他，所以找理由正大光明灭口。而且在抛出了贱民也能成为贵族的饵料后，哪怕是我率领的森林哥布林，也有不少开始动摇了。贪婪和自私是智慧生命永远逃不开的枷锁。在得知自己有机会成为贵族之后，他的理想已从消灭剥削转变成为了剥削者。他现在巴不得你接受大萨满的条件呢。哼，我正愁没机会抓他落单，想不到他主动送上门了。好，我接受你的决斗邀请。巨牙大师，大瓦里须不能答应大萨满呐！巨牙大师，大萨满这是知道你战斗力弱小，想要以决斗为名义杀了你。达瓦利西，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付种族之敌。如果我不接受决斗，大萨满是不会同意联合出兵保卫部落的。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了消除剥削，为了让部落变得更好而战斗的。如果以我的死能够换来部落安全，换来达瓦利西们得到公平对待，我死而无悔。达瓦利西，我走之后，你们不必怀念我，只要你们牢记我们的理想，没有忘记我们是为什么而战的，就足够了。巨牙大师，我在想什么呀？我刚才竟然盼着巨牙大师快点赴死。巨牙大师不要去呀！巨牙大师，他是多么无私，多么伟大呀！哪怕是敌人，我也好尊敬他。Go！ 我就说你的小把戏对付小兵还行，对付这种能触发狩猎任务的小头目是没用的。闭嘴！我已经封住了他的行动，你还不快动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可恶！如果有萨满随军，要秘术强化的话，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困境？大块头，让你见识见识本大爷的力量！糟了！一字斩！消灭这支森林哥布林的部队后，就可以对部落展开总攻了。这次主线任务，我志在必得。哥布林举行神圣决斗的地点，就在位于神殿北侧的先祖阴魂决斗场。因为哥布林以驾驭其他生物为种族特长，所以决斗特别允许参与者可以携带一只自己调教完毕的奴隶生物作为帮手。神圣决斗由伟大的始祖见证，不允许决斗参与者以外的任何哥布林在场。当大门关闭后，决斗场内彻底成为了一个黑箱。巨牙，我承认你鼓动贱民暴乱夺权的手段很独特，
让我防不胜防。但是你算漏了一点，贱民愚蠢，只要随便给他们一点甜头，就能让他们四分五裂，再也团结不起来。决斗开始前喜欢说垃圾话，还真是惯例呢。到了林说的时候。对了，需要演奴隶。米娅姐姐，已经不需要扮演奴隶喽。这些东西你带着，应该对你也有强化效果。带着奴隶项圈的半人马根本没有自我意志，你和他说话，巨牙，你是被吓傻了吗？什么？这是半人马的特殊射箭技巧？呼啦！你的半人马还有原本的意识？米娅姐姐，别跟他客气，用之前我给你准备的箭，全力射爆他！呼啦啦！这箭躲不开！可恶！咒术战斗记忆再现！什么？这可是我特意用小助手花积分兑换的爆裂剑，效果看起来很不错啊！巨牙，我不得不承认，我小看你了。虽然你依靠出奇制胜伤到了他，但伟大失去了他的家伙，让他的伤势恢复了大半。接下来他会更加谨慎，那样的招式对他没用了。巨牙，没想到你那副贪玩享乐的姿态，居然只是伪装。真正的你，野心勃勃，智谋算计，更是阴狠毒辣。他现在很警惕，正在全力维持防护罩。一支爆裂剑只能消耗他的防护罩25%的能量。你以为凭借秘术让人马奴隶掌握曾经的战斗技巧，就能胜过我了吗？现在，我让我的奴隶也恢复了战斗记忆。他的诅咒被森林哥布林秘术压制了一片，重复战斗的技巧，他是无比老练的弓箭手，不是你的人马娘能碰瓷的。果然没那么简单。巨牙，你的奴隶不可能是我坐骑的对手。这场决斗已经能分出胜负了。别看他现在似乎是在废话，实际上他在集中精神力，准备身板偷袭，可惜瞒不过你。本能力真是开挂。语言干扰的同时，还在偷偷蓄力，难怪他这么让人不爽。原来是我的同类啊！提前买的爆裂剑是5积分一套10支，还有9发弹药，先试探一下。米娅姐姐，用爆裂剑攻击人马。可是，米娅姐姐，你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吗？为了报仇，我们必须有牺牲的觉悟。就算他是同族，现在也是我们的敌人。比起无条件执行命令的蜘蛛妹，人马娘对我的信呢，还是不太够。觉悟，相信，林，呼啦！天！这怎么会？我的坐骑原本是半人马部落的酋长，弓箭技艺是半人马一族最强的。你的奴隶射箭技巧已经被看穿了。他的秘术已经蓄力50%，大的还没来，但是快来了。米娅姐姐，实行战术 B。巨牙，以为你和奴隶人马合一就能有胜算吗？没用的，你甚至不可能来到我的坐骑面前。你这根本就不是人马合一，是自暴自弃了吗？然而太晚了，就算你现在跪地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的。瞄准巨牙，射他！果然，完全把目标对准了我。这样一来，倒是不用担心人马娘被针对。哼，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秘术的？趁现在！呼啦！呼啦！我还活着，而巨牙的特殊剑士已经用完，他杀不掉我。而我的秘术即将完成。什么？
这只怪物从哪儿冒出来的？难道也是巨牙的手段？不过，加油，干他！怎么回事？果然没有那么简单。蜘蛛妹和大萨满属性上的差距太大，就算战术占优，也抹不平这个差距吗？没用的，我肉身力量一直处于在秘术强化之下，绝不可能被这孱弱的斩击伤到。更何况，我的最强秘术雷霆萨满通灵术，在这一刻完成。伟大始祖的金魄之力庇佑着我，我现在是无敌的。哼，魔物，你大可以竭尽全力的攻过来，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伟大始祖的加护。大的已经来了。这只大萨满的雷霆萨满通灵术 LV1 生效后，惊魂之力环绕加护，让他肉搏战力达到 LV2 的水准，并且可以进行变化莫测的远程惊魂攻击。虽然只是个人推测，并不确定，但目前来看，古神安排的每个副本任务都会存在一个副本 BOSS。副本 BOSS 除了属性强大以外，还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首领级技能。一般来说，首领级技能可以让副本 BOSS 在战斗中获得极大优势，但是为此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或者说存在巨大的弱点。这个大萨满很明显就是副本 BOSS， 他的首领技能就是雷霆萨满通灵术。如果能发现他的首领级技能的弱点，或许可以花最小的代价解决它。如果不能，现在害怕已经晚了，巨牙。接下来我要当着你的面，把你操控的魔物虐杀，然后再处决你，割下你的每一寸血肉，献祭给伟大始祖。先从你这只刚才对我利刃相向的狂妄魔物开始。想偷袭？滚开！没用的，这些蝼蚁的攻击对我是没用的，给我死吧！死作为战士，荣耀。巨牙，你所倚仗的战力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就算你现在救下他又如何？你们最后都会被我虐杀。你猜的没错，首领级秘术带来的强化虽然强大，但是一旦强化时机结束，他也会陷入极度虚弱的状态。但是你现在的战力根本拖不到那个时候呢。巨牙，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已经被吓傻了？大萨满，你难道就没注意到，哪怕你惊魂之力附体，施展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我和我的魔物都没有丝毫动摇吗？哼，你是想说你自己是勇士，想在死前为自己争取一点颜面吗？不，我只是在诉说一个事实。首领级技能虽然强大到超乎常理，但我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你说你早就知道我的必杀技能了？不可能！我一生精神见识过我这份力量的仇敌都已经死了。等等，难道说……不愧是12精神，有点脑子的森林哥布林，你终于意识到，你这只孱弱的魔物竟然也能有必杀技能。首领技能，欲望母神的怜悯。这股力量波动，竟然逼近了得到金魄之力的我。明白，这只魔物的必杀技能是爆发型，这一击投入了它的全部，只要能挡下这一击，它就废了。伟大始祖的加护是不会被轻易打破的。巨牙，你的魔物哪怕用尽全力，也无法突破我的防御。你输。果然，绝处逢生的瞬间是最容易松懈的。蜘蛛妹的首领技能，欲望母神的怜悯，是将身体全部力量
灌注在一击之上的爆发型技能。通过属性面板得到的详细信息是，这一招的威力是根据力和敏捷的总和来计算的。而根据之前的事，可以判断首领级秘术强化后的大萨满，如果全力防御，应该能勉强挡下这一招。所以，收割他吧，小鸡姐姐，鼓舞士气。不可能，这绝不可！和计算的一样，抓住大萨满一瞬间的松懈，用鼓舞士气强化属性，瞬间强化蜘蛛妹首领技能的威力，破防的瞬间斩杀大萨满，是我唯一的胜利之法。蜘蛛妹使用首领技能之后陷入虚弱状态，力量敏捷的基础属性减半，她变弱了，是时候转换攻守之势。哦不，仔细想想，即使她这么弱，也还是比你强多了。这提示怎么搞得我像是在吃软饭一样？现在是考虑这个的时候吗？当务之急当然是考虑摸尸体、搜刮战利品。明明是一刀两断，尸体怎么还分解成这么多碎块？蜘蛛妹的首领技能这么诡异的吗？看面板，这个东西身上应该也有强化属性的装备，可不能错过了。啊，小鸡姐姐，你身体还好吧？不要勉强自己。又是獠牙挂坠，该不会哥布林一族的强化装备都是挂坠吧？小鸡姐姐啊，你是想让我帮你带上这个？倒是不用蜘蛛妹刻意提醒，最好的装备本来就是要给她的。虽然现在是10点敏捷，但是如果解除虚弱状态，就是18点敏捷。能把敏捷属性提升到18的她，已然是蜘蛛母怪中凤毛麟角般的存在，此子苦不如斯啊！跟之前比起来，只提升了1点敏捷，难道大萨满挂坠只是外形上更高级，实际效果和普通萨满挂坠一样？你等等，小鸡姐姐，这东西，你真的忍心拒绝这么虚弱可怜的蜘蛛妹的请求吗？仔细想想，如果计算得失之后有那个必要的话，你真的能做到吗？抛开提示不谈，蜘蛛妹的敏捷属性居然没有变化。她现在啃着巨牙萨满的挂坠，按理说不算是装备上挂坠了吧？换言之，大萨满挂坠其实可以增加2点敏捷，而这个强化值并不能和增加1点敏捷的挂坠叠加。小鸡姐姐，既然你喜欢，那就拿它当零食吃了吧。既然装备带来的属性强化不能叠加，那换下来的装备确实没有太大的用处。毕竟古神也没有开回收装备的功能，魔物的装备也不可能卖给玩家，所以拿来维持蜘蛛妹的好感也无妨。提示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他的身体吸收了一丝叉叉的力量，出现了普通蜘蛛母怪不会有的进化趋势。你真是走运。叉叉的力量是什么？不会是那种不可名状啊？不过看提示，蜘蛛妹身上出现的变化对我来说是好事，应该不用担心有麻烦。离，快来！人马娘那边出什么事吗？森林哥布林死了，他活着，能不能救他？这只半人马奴隶刚才恢复了正常半人马的战斗技巧，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恢复了意识，而是被大萨满的秘术控制，再现战斗记忆。抱歉，我没有救他的方法。在戴上充满诅咒之力的奴隶项圈之后，他的灵魂就已经死了。蜘蛛妹和人马娘虽然都有伤势，但还是能继续战斗，所以没必要急着跑路。尼亚姐姐，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必须摧毁神殿中心的祭坛。只要那个祭坛依旧存在，森林哥布林就能源源不断的从异世界入侵这里，类似人马部落被毁灭的事还会不断发生。责任我们的。虽然这人马娘的情绪太丰富，但关键时刻没有被感情拖累行动，魏家心思单纯善良，倒是挺合适缔约的。将军，这场战斗，放心，先让那群贱民送死，消耗一波敌军的实力，然后我们再出击。不要冲动，
巨牙大瓦利心灵走之前叮嘱过我们可以为部落而战斗，但不能被那些剥削者利用了。我们应该把阵地后撤一点，和正规军一起冲锋。你们这群蠢货，居然还听巨牙的话，除了愚蠢还是愚蠢。和正规军一起冲锋，我们还怎么斩获两脚怪的头颅？这可是成为新贵族的机会，我们绝不会放弃。你们自己愚蠢，放弃一步成为上层贵族的机会就算了，别来祸害我们。我将带头冲锋，斩杀两脚怪，成为大贵族。别难过了，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明白，我只是……没想到都已经是部落存亡之战了，居然还留了神殿守卫，这里面果然有很重要的东西。诸位，前面就是诞生森林哥布林的源头，只要击破挡路的森林哥布林部队，就能完成古神布置的主线任务，就是我们人类的胜利。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了血与汗的厮杀，生死之间的战场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现在我们每个人更是得到了古神恩赐的装备，我们已然踏足超凡。陆可期这手鼓舞人心的手段有点厉害啊！如果说原本古神战士的战力有5点，那在他演讲之后，至少都提升到了10点。为了今天这次决战，我们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天时地利人和尽在我方，优势在人族。这一战必胜！必胜！冲锋！杀！绝不后退！杀！哦，一路走来都没触发防护罩，看来并没有什么陷阱机关。接下来只要把祭坛给毁了就行了。啊，这是……力量，我感受到了力量在增强。伟大的始祖庇佑着我们呐！这群森林哥布林突然变得好强！森林哥布林的战力怎么突然提升了？如果放任不管，就算这一战能赢，肯定会折损更多的人，以后就没韭菜割了。指挥权转交给郑池，这一战绝不能输。接下来，我将带头冲锋。老陆，你玩命啊！弟兄们，跟我上！上！虽然不清楚这黑气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效果，但是总感觉不是好东西。懒得管那么多，只要把祭坛毁了，拿到主线任务奖励就闪人。小鸡姐姐，砍爆他！这黑气果然有害，为了阻挡黑气，防护罩的能量消耗大的可怕。不好，蜘蛛妹和人马娘都没有防护罩，他们在这么浓烈的黑气里，岂不是危？臭香奇，来自叉叉的力量本就是魔物的最爱，哪怕只是叉叉泄露的一丝气息，也可以治愈魔物，促进魔物的成长，只是要小心过犹不及啊。这东西对魔物无害，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好处。要帮他？米娅姐姐不用担心，小鸡姐姐没事的。蜘蛛妹的伤势已经治愈，虚弱状态也已经解除。既然这黑气能让魔物成长，那就没必要让她躲开黑气了。不过，人马娘虽然也被治愈了伤势，她并没有被那股黑气给强化，这是怎么回事？吸收了叉叉的一丝气息，蜘蛛妹的属性提升了，而且还是全属性提升，只是要小心过犹不及哦。话说回来，这个叉叉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依稀记得之前有提示说他们是叉叉的造物，这两个叉叉是否是同一个？啊，这感觉神。他已经触碰到 LVE 的极限，
但是并没有突破这个极限的手段。如果再不停止，就要爆了。无用其实我也能感觉到，蜘蛛妹的身体情况很不妙，她不能再吸收那些黑气了。小鸡姐姐，把祭坛彻底破坏，然后我们撤离这里。米娅姐姐，小鸡姐姐，趁现在，武士气。这是，怎么回事？力量消失了。森林哥布林身上的古怪力量消失了，他们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给我杀！杀！情况不对，再打下去必败无疑。撤退！撤退啊！弟兄们，我们已经完成第1阶段的任务了，接下来跟我冲进部落，完成全部任务，拿下丰厚的奖励吧！冲进去，拿下属于我们的奖励！这黑气果然和祭坛有关，祭坛被彻底破坏后就自动消散了。主线任务顺利完成，下面开始计算个人贡献。这么快就成功了？看来陆可七率领的那帮古神战士战斗力不弱啊，估计他们很快就能杀入雷霆部落，我得赶快撤了。终于走到这一步了，我付出了这么多积分，甚至主动上前线，为的就是拿下这个主线任务的最高奖励。主线任务顺利完成，下面开始计算个人贡献。怎么回事？我明明还没有找到那个所谓的扭曲根源，为什么会提示任务已完成？难道有人趁着我们和森林哥布林大军正面交战，部落守备空虚，抢先进入部落，斩断了扭曲根源？太可恶了！做出这种事的人不得好死！简直就是人类的公敌啊！究竟是哪个王八蛋做的？老子带人在战场浴血厮杀，结果被人摘了头子。你的个人贡献排行第2，接下来将发放主线任务奖励。我费尽心力筹划一切，就是为了拿到最多的主线任务奖励，结果竟然是做了他人家业。我发誓，一定会找出这个摘桃子的人，然后让他付出代价。你的个人贡献排行第1，接下来将发放主线任务奖励。看来古神的评判还是挺公平的。老实说，这次让蜘蛛妹得到了强化，现在又能拿贡献第1的奖励，收获颇丰啊！奖励：阿加莎的1级战斗宝箱。红色等级，我记得这是最高的评级了吧？古神这么慷慨。离，在看什么？明明没东西。主线任务奖励宝箱没有地点限制，可随时开启。开启红色品质宝箱，90%概率获得金色品质道具，10%概率获得红色品质道具。其他品质宝箱遵从同类规则。这开古神宝箱也和冲盲盒一样玩刺激吗？这么说来，之前从紫色宝箱开出紫色道具，算是我运气好了。既然现在就能在外面开宝箱，那就没必要拖延。我倒要看看我的手气怎么样。金光，好东西啊！不对，是开到90%概率的金色道具了。没错，它就是那个筋斗云。乘着它，你便可以翻山越岭，日行万里，无所不能。实乃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良品。目前等级的筋斗云只能贴地悬浮，可随意收入主人体内。心中默念筋斗云，再翻个跟头，它就会出现。这算是坐骑？这东西不错，以后我要是高速移动，就不需要蜘蛛妹抱着跑了。虽然不能直接飞，但是悬浮状态也可以避开不少障碍了。应对人马娘的语言翻译效果失效，距离上次吃药不知不觉过去了这么久。换言之，跟翻译糖豆同时吃下的替代药丸的幻术效果也消失了。难怪人马娘这么惊讶，在他眼里，我直接从哥布林的模样变成了人类了。虽然亲眼看到你从哥布林的样子变成人类的样子，
但是他好像对你没有任何警惕，真是个傻孩子。这其实真是什么都不懂，身份可以假，但是打倒大萨满，帮他的部族报仇，这些事儿不会假。人马娘对我的好感已经足够高，就算我这时候承认之前都是在骗她，她也不会生气的。米娅姐姐，我没事了，似乎是我身上的诅咒又发生了变化，不过这次我觉得似乎是在朝着更好的方面转变。没事就好。他对你的谎言深信不疑，真是不知世事险恶的单纯人马。这个神奇突然出现。离开部落之后，我冥冥之中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我们半人马先祖英灵在感谢我。先祖英灵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只有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说要赞扬我们为同族报仇的勇气，而这就是他给我的奖励。好想拜见先祖。米娅姐姐不用灰心，先祖英灵能显灵一次，就能显灵第二次，以后你一定有机会见到他的。人马娘的性格倒是跟我很合得来，现在要缔约应该挺稳，可是我升级之前是没法契约了，等到升级之后，它的作用和蜘蛛妹比起来也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最好是能契约一个能和蜘蛛妹形成互补的魔物。蜘蛛妹这是因为自己被冷落，所以不开心了吗？小鸡姐姐别紧张，我只是安慰一下米娅姐姐，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懂的，我懂的。仔细想想，如果要缔约多只有自我意识的魔物，今后我还得好好协调魔物之间的关系啊。那现在拿人马娘怎么办呢？是继续忽悠她跟在身边，还是让她自己游荡算了？好像都不太合适。林果然好厉害，我也要像他那样拯救族人。怎么回事？身负王者之血的无知后裔呀，如那保卫氏族的意志将无唤醒。如果如真的想要拯救族人，那便去吧。回到草原，通过试炼，继承吾的人马王之位，找到吾失传的宝藏，继承吾断绝的力量，然后让人马王国重焕荣光。虽然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会冒出来，但是听他的意思，人马原来曾经拥有一个王国，人马娘还有王族血脉，然后他要去继承人马王的力量，成为新的人马王，或者说人马女王，继承王位。之后我又和人马娘交流了许久，总算是知道了人马王、人马王国等事件的来龙去脉。按照人马娘的说法，人马一族一直是草原上的霸主，他们不断开疆扩土，最终在一位强大的君主的带领下，建立了一个富饶且强大的国度，纵横整个草原。而那位君主就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人马王。但是那位人马王推崇唯才是举，没有选人血亲继承王位，而是留下了一条试炼之路，只有通过它才有资格成王。但这一举没有为王国带来繁荣。他死后，人马王国内部各个势力立即开始争权，各自宣称正统。而几乎就在同时，人马们又遇到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可怕入侵生物——哥布林。在内忧外患下，不可一世的人马王国分崩离析，而分离的人马部族们各自为战，很快就被赶出了草原，又不断迁徙，最终来到了这里。失散的人马部落互相没有联系，所以米娅看见我这个忽然冒出来的新人马，并没有太意外。也因为漫长的时光过去，各个人马部落的习俗不同，米娅完全没有怀疑过我以前的各种胡扯。人马王解除诅咒，但是试炼困难，我不行。林打败大萨满，行，你当人马王。米娅姐姐，人马王的残像选了你做人马王，肯定也是有他的用意的。打败哥布林萨满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米娅姐姐绝对有资格成为人马王的，不要泄气。我这个假人马怎么可能当真王？还是得让他上。去吧，去成为人马王吧，我会支持你的。如果人马娘真的能成为人马王，
我岂不是有机会契约人马王了？这瞬间就感觉不鸡肋了呀！小鸡姐姐，你别激动，之后我会好好陪你的。林，我们回大草原继承王位。抱歉啊，米娅姐姐，因为诅咒的原因，我不能离开这片森林太远。哦，理解。米娅姐姐，你不用难过，虽然我没办法直接跟你回草原，但是我帮助你的心是不会变的。不论是成为人马王，还是我升级，都需要时间，所以我现在肯定没办法跟他缔约。我不知道自己能离开古神多远，没有古神商店，我也没办法继续升级，所以还是让他自己去参加试炼比较好。不过也不能真的就这么简单让他走了，得拿点道具给他。可惜小助手次数用完了，我得回大本营一趟。米娅姐姐，你先别去，等我留个联络通讯的方式，我马上回来。好，等你。这个就是祭坛，而且哥布林大萨满的尸体也在外面。可恶，祭坛被毁 ，BOSS 也被人砍了，这人干的可真够彻底。陆队长，接下来怎么办？兄弟们拼杀了那么久，这下不是白忙活了？不急，我这边刚刚发现了一些东西，现在共享给你们看看。这是现实任务。要哥布林消失，意思是只要杀他们就行了吧？只要杀哥布林就有分儿，太棒了！哥布林属于外来入侵生物，而主线任务几乎明示了，我们需要除掉这群入侵生物。要灭绝入侵生物，斩断源头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显而易见，拿走主线任务奖励的人固然可恶，但他的斩首行为也极打击了哥布林们的士气，令他们一触即溃。诸位，杀戮的时间到了，海量的积分正等着我们。哈哈，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杀光大群哥布林！多亏了陆队长触发这个任务，陆队长万岁！陆可惜果然够敏锐，竟然让他触发了这种赚翻天的任务。不过他为什么就这么大方，直接共享给所有人？目的是团队积分奖励？不对，他其实想借着这个任务查出是谁拿走了主线奖励。有能力拿走主线奖励的人，在这种团队任务中不可能籍籍无名，到时候只需要探查积分排名，就可以大致确定是什么人，至少也可以缩小范围。而这个任务又有团队积分奖励保底，接到任务的人没有不刷的选项。这样的操作下来，最差的情况也能确认内鬼不在自己团队里。这么短的时间就策划出这种决策，这家伙果然必须要提防。林，可爱，热心肠，帮助我，好人马。通过试炼继承王位，回报他，让他成为王国勇士。我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贱人，米娅女王。想靠近米娅女士，得先经过我。提升侍卫也合适。不，率先修炼，别想太多。米娅姐姐。林，事情办完了？其实也没多大事，我就是用筋斗云试图召集那些被奴役的人马。现在哥布林部落彻底崩溃，人马失去主人之后，进入了一种全凭本能行动的状态。他们会自己狩猎，满足身体所需，但是依旧无法交流。可是以同族的身份驱使他们，倒没什么问题。所以米娅姐姐基本上不用顾虑族人的问题，他们会在这里一直等待，直到你王者归来。我要赶快哦，然后还有这个，米娅姐姐，带上这个通讯器，我们将来就可以比较方便的联络了。以后用来联系林。如果米娅姐姐未来遇到了什么困难，只要把它握在手心，默念我的名字，我就会听到你的召唤，前来相助。不过米娅姐姐要记住，这东西有次数限制的，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就不要随意联系了。联络小灵通，白色普通品质简陋的通讯器材，只能一对之间互相联络。不过由于它是古神创造的，所以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可以在任何地点联系上，哪怕相隔很远。注意，只能用10次哟。真黑呀！虽然只要5积分，
但是居然只能联络10次，这5积分已经是我最后的积分了。这下又一贫如洗了。罢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给未来的人马女王投资，这些不算多。米娅姐姐放心，只要你遇到了困难，哪怕我不离开森林，也会想办法来帮你的。所以你就安心出发吧。林，真是感谢，你也一定要保重。这片大陆上恐怕没多少人马了，我们互相照顾是应该的。林，再见。我等着米娅姐姐称王的好消息。人马娘这边的事算是彻底解决了，接下来要换一边处理了。哇，50点积分，太棒了！哎呀，没白忙活一晚上。哈哈哈，这下效率可比之前高多了。老王，这次你排名多少？135名，这波刷分啊，直接赚翻了。我已经让人留意过排行了，大家分数都比较平均，没有特别突出者。我这边也是。同样，并未找到可疑者，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击败关底 BOSS 的人不在我们队伍里了。哼，有能耐吃我们嘴边肉的人，果然不是泛泛之辈。这个仇老子记下了，要让我查出来，非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好了，这次是我把各位召集起来，最后却没有完成应有的成果，这是我的失职。如果可以，希望各位把搜寻此人的任务交给我，再让他们追查下去有些不妙。此人有能耐在多人之前动手解决 BOSS， 实力一定很强。他最好是能为我所用，即使不成，也必须由我亲手处理。陆大队长费尽心机为我们触发了最后的刷分任务，足以弥补那些所谓的过失了。再让你在这种小事上劳心费神，大可不必。再说，这人其实也没多难找。请各位打开这次任务的积分排行，然后往上拉。这位小朋友，上次任务积分还是0，这次忽然有了如此突飞猛进的提升，有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啊！不好了，萨满大师，雷霆部落被两脚怪袭击，神圣的祭坛被毁，大萨满也死了，我们怎么办呢？萨满大师去哪里了？第10个了。击杀10位首领级哥布林，达成成就哥布林头领斩杀者，奖励阿加莎的宝箱紫色稀有品质。第1阶段大任务结束，所有任务暂停更新，积分排行已公布。搞定，直接到第1名了。这次有些用力过猛啊，以后可能开始有人找我麻烦了。不过也无所谓，我现实中存在感低的特点，没想到在古神世界可以大放异彩。现实中人类不会看不见我，可是这些怪物却对我的存在真的毫无察觉。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在那个蜘蛛洞里找到那个东西，那个理论上无人能够获得的官邸奖励——五行使者的特殊转职书。虽然这些哥布林不至于和蜘蛛洞穴的蜘蛛怪一样看不见我，可是借由五行使者的土遁技能，我可以做到来去几乎毫无踪影。既然已经到第1了，以后也没必要再遮遮掩掩，直接扩大优势，下一次还拿第1。所以，雷哥和陆大队长不必多说。这个平南雪之前也是积分排行榜近100的任务，唯独这个排名第1的司如阳，第1次副本还是0积分，但这次竟然就突飞猛进到第1名了。或者，你们有人见过他？他其实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哎，不知道，不认识。看来就是他没跑了。司如阳是吧？要让我碰见了，绝对得好好找他算账。等等，你们太武断了。或许这个人是运气好，也触发了什么收益很大的任务呢？虽然我对罪魁祸首是谁并不是太关心，但我不能看着你们随便怀疑无辜者。他们俩的行事风格本来就有冲突，
现在这一争，算是彻底把矛盾摆上台面了。这几乎是2选1的局面，还真有点难啊。还是选于敏吧，虽然他分数更低，但雷正行事太不靠谱，甚至很有可能败坏我团队的名声。李小姐，记得你之前的职业是刑警吧？以你的专业技能，能不能分析出什么？本来我是觉得最终奖励被谁拿都一样的，算了，既然你们坚持，我就针对现场情况来一次犯罪侧写吧。死者生前的最后一刻，明显在进行激烈的搏斗，也正是这些伤，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分析伤口，同时有锐器切割和剑矢洞穿的痕迹，其中还混杂了一些炸裂的灼伤。这要么是团伙作案，要么犯人是个高手，远近都能使。我们在开始进攻之前，哥布林方的秩序十分稳定，也就是说，犯人最多和我们同时开始行动，内鬼的可能性被排除，大团队行动也不利于隐蔽，所以动手的最多也就2个人，1个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再考虑性格孤僻的可能性，搏斗痕迹倒推出体格，身手可以推断出职业，职业可知大致的社交网，所以犯人应该是这样的。之前给人马娘送道具时动作太轻易，结果又引起蜘蛛妹的不满，一直往身上套了3件她编织的蛛丝衣，她才开心。唉，好烦啊，但也算幸福的烦恼了。毕竟我之前占了一堆好处，还有强大又美丽的蜘蛛妹，就是看不见陆可期那边到底是什么反应了。重归自由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回了大本营进行调整。虽然我身上已经没有积分了，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回来看看有没有刷新更厉害的道具。结果并没有，货架上还是那些垃圾道具，浪费我的感情。这算悬赏吧？这么多大佬联手，这人干了啥呀？我能找到就好了，400积分呐！悬赏？不会是对我悬赏吧？我这次可是釜底抽薪拿走了最大的奖励。这是寻人启事，有一位勇士独立击杀森林哥布林 BOSS， 挽狂澜于极岛，保留我等古神战士元气，可惜为表感谢就已失散，现成寻此人，希望大家踊跃提供消息，核实无误后必有谢。勇士若前来我处，将以400积分作为谢礼。400积分，大手笔啊！想要吸纳高手，壮大自己势力吗？可惜400积分虽然香，我却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啊。独来独往不好吗？虽然不知道他们怎么确定的人，而且连画像都没有，但是很明显，他们要找的不是我。既然不找我，那我完全不用关心这些了，继续当个逍遥快活的独行侠。哦，小耗子，好久不见。虽说他见到你表面上很开心，但其实内心好像是有一种不同的情绪在。话说，女生的面板你都偷看，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女人心那么难懂，更需要看面板了。林小远这提升挺大嘛，不过这内心不同情绪是怎么回事？虽然有些好奇，但现在的我只想做个独行侠，还是不要和他有过多瓜葛的好。能在这儿见到雨儿姐姐，真是太好了。是吗？但我刚才看你在发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没有啊，我只是在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真的没事？要是有什么困难，可别瞒着姐姐。是太久没见到的人物吧？怎么感觉今天的林小雨格外关心我？放心吧，我有小鸡姐姐在身边，自然都不是问题。倒是姐姐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我也挺好的，不用担心。阴阳，有什么东西要来了？是古神啊！又有新任务了吗？吾很欣慰，汝等顺利完成了第1阶段的任务，第2阶段的任务也即将到来。以汝等此时能力，接下来的任务会异常艰难。汝等需要做出更多的进化与改变。第1步便是人类很擅长的聚群，
我将给予汝等3日时间组成团队，3日后没有组成团队的人，将会有好心的吾亲自救出。祝诸位好运！没进团队的就死，这算哪门子好心呢？谁要组队啊？老子要单枪匹马杀哥布林。接下来的任务还要增加难度吗？这日子没法过了。有想过第1阶段结束，古神会有所行动，没想到居然来得这么快。以我现在的实力，明明做个独行侠更容易捞好处，怎么突然发布了组队任务？还是强制性？这古神搁这玩我呢？但仔细想来，下阶段难度超高，即便古神不来这出，到时没实力的人，应该也会自觉的抱团取暖。现在这任务迫使所有人提前完成了组队，等遇到强敌时，可以保留更多有生力量，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提升。只是无形中妨碍了我这种独行侠。眼下不加入团队会死，加入团队的话，隐藏实力会被派去当炮灰，暴露实力的话，我个人又有危险，更别说偷偷捞好处了。若想要破局，就只能加入一个挂命又不会对我有所限制的团队。可这样的团队，一时间去哪里找？林小雨，他既知道蜘蛛妹的存在，还无条件的信任我，还有软饭王的加持，咦，不正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吗？这次的任务，允儿姐姐肯定很轻松，毕竟姐姐这么厉害，应该早就有自己的团队了吧？保险起见，最好还是先探出林小雨的组队情况，再做打算。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万一她在别人的团队里不是领导者，那加入团队就没有意义了。其实姐姐现在是一个人，正想着去找别人的团队碰碰运气呢。哎，那姐姐一直是独自行动吗？好厉害啊！真意外，以她的个性风格，居然会没有团队。莫非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好我也是一个人，允儿姐姐，不如咱们俩组建个团队吧。不过这样也顺了我意，只有我和她的话，行动起来肯定会更加便利。可是只有我们2个人的话，以姐姐的力量恐怕没法保护好你，所以还是一起加入别人的团队更稳妥些。在我的记忆中，林小雨一直是不惧困难、乐于助人的，怎么却在保护我的事情上犹豫起来了？甚至都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实力了。仔细想来，以上个任务的强度，他若是没有在外挂也没有队伍的情况下，别说提升这么大，就连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而眼下他种种反常表现，加上面板提示的内心不同情绪，我能猜想到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他原来有小队，但是全灭了。因为心里有阴影，所以他才会选择一起加入别人的队伍。但眼下要是真如他意，结果一样会在外人面前暴露我的实力。还是得想办法劝他组建团队才行。这点姐姐不用太过担心，其实战力方面我一直有所隐瞒。小鸡姐姐非常强大，强大到只靠她一路就能拿到不少好处。既然你有实力超群的蜘蛛怪傍身，那就更不需要姐姐的保护了吧？看来只是提及小鸡姐姐的强大还是不够。既然如此，那就再透露些自己的真实信息，以我自身的弱小来激起她的保护欲，从而迫使她走出阴霾。反正有软饭王的影响在，即便多说些，也不必担心林小雨会背叛我。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我的职业很特别，虽然能让小鸡姐姐听话，但代价就是没法加强自身，只能强化小鸡姐姐，这也最终导致了我自身很弱。正是因为这个弱点，我才一直只能小心翼翼地单独行动，和别人在一起就会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每次小鸡姐姐出去战斗，我都只能躲起来。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姐姐能待在身边保护我，那就好了。这次恰逢古神下达了组队任务，而姐姐又正好在身边，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如果姐姐不嫌弃小耗子的话，就一起组建团队吧。原来小耗子你竟然有这样的苦衷，我不能再因为我的原因而让你身处险境了。
那就多多指教了，小耗子。你的一番装可怜，成功的激起了他的保护欲，使他暂时克服了心理阴影，居然玩弄女人的感情，你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呀！我可是会负责到底，怎么能算是渣男？我现在身上也就不到100积分了，距离组建团队需要的400积分还差好多呢。小耗子，你那边还有多少？我那点积分都拿去强化了，现在我身上是0积分。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差。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在短时间内得到300多的积分呢？怎么又是你？潘威愿奉上所有积分，只求能加入林小姐所组建的团队。在如此残酷的世界中，能靠这样的面板幸存，除了运气成分外，定然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殊本领吧？云儿姐姐，这是你熟人吗？我和他也只是有过一面之缘，之后就被他一直缠着。这几日没见到他人，原本以为他已经放弃了，没想到又在这里出现了。听姐姐的说辞，这人不就是跟踪狂吗？小兄弟别误会，我并非那种变态跟踪狂。自从那日，我有幸在林中窥见了林小姐的战斗英姿，强大的实力令我折服，手撕哥布林的场景更令我热血沸腾。手撕吗？不是他说的那样子。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林小姐在厮杀时，即使明知自己会受伤，也要保护倒下的队友。保护倒下的队友，这么说和我之前预想的一样，林小远之前确实是有队伍存在的。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其实原本我想要第一时间加入队伍的，但那场战斗的惨烈，到最后只剩下了林小姐一个人。面对那样痛苦的林小姐，我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至始至终觉得林小姐是唯一值得托付的领头人，从未有过放弃追随的想法。但我怕轻易提出组队会掀起往日伤疤，所以一直期待着林小姐有朝一日能重新振作起来。和我之前的猜想一样，林小允之前的队伍果然是全灭了。直到刚才古神宣布必须组队，远远的又看到了林小姐，这才斗胆出现请求入队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像我这种没什么作战能力的人本就没什么选择，要是这么善良强大的林小姐也不愿收留我，像我这样的废物就只能自生自灭，我不甘心啊！希望林小雨能心软吧，不然的话，我这样的人就算去了别的队伍，一定是好处靠后，哀刀先上。话里怎么突然有了点道德绑架的味道？莫非他也是在利用林小允的善良，达到自己的目的？呸！什么叫也是？我相信林小姐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我说到做到，这就把身上的积分都交给林小姐。正所谓有舍才有得，这次为了保命，我算是大放血了。等等，几句话就能把原本排斥的林小允搞得难以拒绝，这应该就是面板刚才提到的特殊本领吧？收到潘威赠予1积分。嘴上说的天花乱坠，结果这家伙只发来了1积分，看来他果然是个老油条。虽说指望不上此人贡献多少积分，但如此能说会道，倒是个带我取回悬赏令积分的好人选。届时还能将陆可期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让我在暗处更加安稳，一举两得。我在战斗帮不上什么忙，但在后勤方面，林小姐尽管放心交给我，而且我男人的第六感很强，经常可以避开危险。看属性就知道，此人没什么大的抱负。虽然说话跑火车，但那充其量也只是为了求生自保，当打老大罢了，没什么过多想法。只是知人爱财都可以出卖肉体，林子大了，还真是什么鸟都有。面板没什么问题，这人还是可以信任的。爱财如命，倒是正中我的下怀。让你加入也不是不行，但是有件事你必须去做。有什么需要在下做的？大哥请讲。小猴子，你在打什么主意？真的要让他加入吗？苗儿姐姐，我自有打算，剩下的交给我就好。其实让你入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积分，连创建队伍都是问题。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凑齐积分，办法只有城里张贴的悬赏令了吧？难不成
大哥的意思是，让我前去茂岭悬赏令上的积分。不错不错，立刻就领会了我的意思了。冒充这位大佬的话，被他知道了前来问罪，我个人死活无关紧要，连累到大哥和林小姐就不好了。切，这么多积分，要不是忌惮那个大佬，我早就去茂岭了，还轮得到你在这儿提醒我？这个你完全不必担心，因为那个所谓的大佬，实际上是我的好兄弟。大哥认识大佬再好不过了，正好可以让他亲自出马。而且大哥，这种事情是不是得先让大佬知道会更好一点呀？我兄弟虽然强，但其实很社恐的，让他亲自领积分的事情就不用想了。不过你要是想和他打招呼，现在就可以，因为他就在附近。你后脑勺消失的头发，便是他存在的证明。后面的头发什么时候被削掉了？如此悄无声息，我完全没有察觉。若是有杀心，那我充满智慧的脑袋岂不是要和身体分家了？哪儿来的高手啊？你有什么疑问吗？大哥、大佬、林小姐，你们放心，我潘威定会顺利领回积分。福入虎穴，焉得虎子？想抱上这样的大腿，多付出一点努力也是必须的。小猴子，潘威已经去准备道具了。你说的那个大佬，就是你自己吧？嘘，女孩姐姐，小声点。你也知道我的情况，真不敢泄露给其他人知道啊。虽然我捞了不少好处，可都是道具之类的奖励，积分都没多少，不然也不会让潘威去忽悠积分了。希望他能表现好一点吧。也是难为你了。放心吧，小耗子，姐姐一定会继续支持你，让我们这个团队能够更好的存活下去的。各位可有什么见解吗？鲍团长，有个人说自己是悬赏令上的，现已待在帐前，快请进来。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外狩猎，回城才发现你们在寻找我，是敌是友，现在就请说个明白。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怎么这么多人？你们不能慌，有大哥把关，肯定没问题的。啊，我叫陆可期，是这个团队的团长。这次的确非常唐突，但在这个没有网络的世界找人，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还请多多包涵。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如此迫切只为感谢英雄壮举，还请入座。如若信得过我，可否告知尊姓大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潘威。没想到这个潘威之前畏畏缩缩，现在去做事那毫不怯场，还真有两把刷子。哎，实不相瞒，此次劳驾来此，除了表达感激之外，也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想要知道潘兄到底是如何做到只身斩杀了 BOSS 的。这个人看起来很是硬气，想必也是有些真本事。只是外貌完全不同于于敏的描述，保险起见，还是先问清楚再做判断。如此大费周章的找我，原来就是为了这个。说来也是，你们这些抱团取暖的人，又怎能理解孤狼的强大？原本
我是想连着首领和剩下的哥布林一起端了的，但发现只有首领的奖励，为了不浪费时间，也就只好提前潜入森林哥布林老巢，斩杀了他们的首领。这点信息还远远不足以证明他就是那个摘桃的人，得让他说出更多的细节才行。哎呀，潘兄胆识过人，想必只身一人与 BOSS 拼杀肯定也是十分精彩。能否详细说说当时的作战细节呢？他这样问，也就是说，其所掌控的讯息其实连战斗细节都能对照。果然，陆可齐身边还是有不少能人。幸好我就是当事人，要不还真不好对付他。哼，看来你还是很有眼光的嘛。我经历了那么多场战斗，往往都是一招秒杀，唯一能打得有来有回，也就是那场首领战了。我一进到 BOSS 房间内，只见哥布林大萨满身下挎着半人马首领，很是威武。正所谓敌人见面，分外眼红。但面对其逼人杀气，我屹立门前，没有丝毫怯懦。哥布林大萨满只会胯下半人马首领发难，顿时如雨箭矢攻来。见状，我便以单手兵刃淡然挡下来袭攻势。用兵刃挡下半人马首领射来的箭矢，这真的可能吗？而且还是单手？哼，这就是你的无知了。纵然对方是半人马首领，但实力被哥布林用秘术禁锢，无法使用天赋技能，只能用普通攻击。就算速度再快，箭矢再密，要挡下又有何难？比如之后，我便抓住了对方空档，还送了其几支爆炸箭矢。即便他能挡下，也会被爆炸波及。这便是道具与技能的重要性。哦，原来如此。那之后呢？他们不会就这样被炸死了吧？待尘土散去，只见那哥布林大萨满悬浮于地表，虽身有所伤，但不足致死。为求生而狂怒的他，唤起先祖加持，顿时其力量倍增，绿光萦绕，完好如初。那岂不是很糟糕？的确很糟糕，因为他让我使出了冥王拔刀次元斩。他死前最后见到的是自己的脑浆啊！不愧是大佬。虽然他讲的天花乱坠，但我看他在排行榜上明明还不如我们，感觉还是不可信呢。仅仅靠等级和积分能看出个屁实力啊！更何况你看的排名还是过时信息。回想起来，我当时也只是简述了相关细节，他便将故事改编得如此夸张，还能自圆其说，让其他人信服啊！这盘威还真是伶牙俐齿。可我有一事不明，潘兄到底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潜入 BOSS 房间内的？因为据我们的观察，途径之路并没有任何战斗痕迹。那是因为这陆可期提问的角度还真是刁钻，一下子就问到我的盲区了。别慌，现在你可以用我之前告诉你的哥布林神殿做文章。我事先了解了他们对于部落中神殿的重视，于是先攻击了神殿，顺便放走了几个报信的，将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那边，自然也就兵不血刃的来到首领处了。他说出的情节与我们的推断全都对得上号，只是这外貌与于敏的描述完全不沾边。奇怪，为何现在得到的信息越多，反而越难以判断了？当下还是要先稳住他，再从长计议。如此看来，潘兄的战斗果然惊艳。聊了这么久，眼看时间也不早了，为了尽到地主之谊，我们准备好好款待一下潘兄，还请不要拒绝啊！团长，我找到悬赏令上的人了。